恭喜魏兄双腿大好，重振雄风啊！魏兄，那个叫春喜的丫鬟尽心尽力地照顾了魏兄3年，如今魏兄大好，可要给他个名分。是啊，前2年魏兄伤了腿，一蹶不振，闭门不出，直到去年才愿意出门见人。不管去哪儿，魏兄身边可都只带着春喜。魏兄带那个丫鬟，那可是与旁人大有不同的。他确实很会伺候人，你若喜欢，可将他要了去。春喜，你照顾大少爷有功，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回夫人，奴婢想要自己的身契，还有100两银子。你想离开魏家，还请夫人成全。既然你如此识大体，本夫人自不会亏待你。这是1000两银票和你的身契。另外，本夫人已命人准备了1马车上好的布匹和首饰，送你风光回家。奴婢叩谢夫人恩典。哎呦，听说这是魏家给的谢礼，魏家可真是重情重义，慷慨大方啊！你是不是傻？这点东西就让魏家把你打发了？给大少爷治腿的是宫中御医，豪掷千金买药材的是魏家。大少爷院中不止女儿一人伺候，夫人给了这么多东西，娘还想如何？他院子里是不少人，但贴身伺候的只有你一个呀！你都跟他有肌肤之亲了，以后还怎么嫁人？娘说的有道理，那请娘为女儿做主，现在就去和魏夫人谈谈，让她请媒人来我们家提亲。提什么亲？魏家哪里瞧得上我们？而且魏大少爷不是有未婚妻吗？原来娘也知道啊，咱们身份低，不能奢望太高，做个妾室姨娘也行。你没日没夜的照顾了魏大少爷3年，在魏大少爷心里是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娘都知道这3年的情分与旁人不同，等少夫人过门，娘觉得女儿能有好果子吃吗？他们早就订婚，可大少爷受伤后，对方迟迟没有履行婚约，可见也曾退缩犹豫。如此一来，必然生出嫌隙。大少爷会护着你的。大少爷若是护着我，少夫人拿我没办法。娘觉得他会不会拿我的家人撒气？刚刚是娘糊涂，你别生娘的气。这些年你受委屈了，回家好好歇歇，娘这就去给你炖肘子吃。妹妹别生气，娘也是怕妹妹吃亏。当初听说妹妹被调去伺候大少爷，娘在家里哭了好几天呢。哭归哭，当年家里揭不开锅，该卖我的时候，娘不还是把我卖了？阿姐，你终于回来了，阿姐。阿文长高了。春喜，你以前不是跟魏大少爷同吃同住吗？在他面前你也这样吃？在魏家我就是个奴才，连上桌的资格都没有，哪能跟大少爷一起吃饭？不用伺候人的日子实在是太好了。少爷，宴席散了，大夫人那边传来消息，春喜姑娘已经拿了身契和赏赐，回曹家了。少爷，要小的去把春喜接回来吗？不必，他尽心尽力伺候了本少爷3年，本少爷不信他能走得这么干净，让他去闹，等他闹够了，
自然会乖乖回来。哟，这都躺了2天了，这天寒地冻的，家里可不养闲人。有些人啊，别以为自己还是大府邸里的红人。娘，这3年里，我送回曹家的月钱加起来少说也有30两，这才回来2个冬天，家里就已经被我吃绝了吗？你这是什么话？家里自然还有钱，可也不能坐吃山空啊！你成天在床上这么躺着，传出去不好听。既然家里养不起我，娘不如抓紧时间找个媒婆把我嫁出去。等我到了婆家，是好吃懒做，自然也碍不着娘的眼。我也没有催你嫁人的意思，你这丫头急着嫁人做什么？这死丫头要是能被魏大小爷接去当个外室，哪怕是个妾，也比嫁给寻常百命强啊！要是能生下个一男半女，总能熬到名分的。娘，魏大少爷若真舍不得我，早早就会为我安排出路，怎会等到现在？既然娘怕传出去不好听，那就抓紧时间找媒婆说亲吧。瞧瞧，这些都是世家大族的公子小姐，天气一好就结伴出城踏青。那可不，真是好福气。主子去玩，奴才得搭帐篷、垒土灶，一天下来累成狗。这春光有什么好的？咦，这不是魏兄身边那个丫鬟吗？出门没翻黄历，真是大意了。母亲仁善，念她尽忠，放还生气于她。她已不是魏家的丫鬟。民女春喜，见过几位公子。姑娘是来找魏兄的吗？民女只是想找个铺子，把这些布匹卖了换钱，断不敢纠缠魏大少爷，贪求更多。你尽心尽力照顾魏兄3年，魏家就用几匹布把你打发了？夫人宽厚，自然不只给了民女这些，民女一家都感激不尽。我可以出双倍的价钱买你的布，你随我一同出游踏青可好？魏兄应该不会介意多个人。民女身份低微，恐怕没有资格和叶公子同乘一匹马。无妨，本公子不嫌弃。春喜姑娘吐得这样厉害，该不会是有了吧？贱人，你好大的胆子！脏死了！快给本公子备水，本公子要沐浴。民女不是故意的，求你大人有大量，饶了民女吧。若不是你非要带民女来这里，民女也不至于被颠吐啊。马车上有我家小姐的备用衣衫，请姑娘跟奴婢来。民女春喜叩谢小姐大恩，不过民女身份低贱，不敢弄脏小姐的衣衫。我看你方才吐得厉害，如今可还觉得不适？我带了大夫随行，还要让他看看。没什么大碍，不过还是觉得恶心，脑袋也晕。这位姑娘的脉象平稳有力，身体很好，只是方才受了颠簸，才会头晕呕吐，并无他症。民女多谢大夫，多谢萧小姐。民女身子清白，原来只是晕马车，真是菩萨保佑。大伙儿可都听清楚了，我肚子里可没野种，别想毁我名声。贱人，我杀了你！好疼啊！打死人了！救命啊！打人了！快来人！去，把他给我抓回来！闭嘴！再敢乱吼就杀了你！小心烫。春喜，本公子身边还缺个忠心的丫鬟，你在魏家1个月拿多少？我出双倍。
你来伺候我，如何？叶少爷，求你饶了民女吧！好不容易得魏夫人恩典，恢复了自由身，民女只想赶紧找个人家嫁了，免得孤独终老啊！叶少爷开恩，放过民女吧！了解话是啊，这阳极女子婚嫁自由，叶二公子无权干涉。我不过是随口一问，又没有逼着她做我的丫鬟，是她自己非要磕头的，也不知道是想要谁心疼。这样艰难的时光，都是春喜陪着魏郎走过来的。魏郎今日对春喜如此冷淡，没有半分动了动，究竟是真的不在意，还是因为春喜已经重要到不能受丝毫委屈，所以魏郎才刻意划清界限来保护他？魏灵泽，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你想找死，我成全你。魏大少爷，我家少爷只是开玩笑，你别当真。我的腿啊！魏郎，别这样。3年照顾，我本以为你是个安分守己的，没想到你竟如此有野心。你和姓叶的是何时勾结在一起的？这招欲擒故纵也是他教给你的。魏灵泽，你这个疯子，别想往我头上扣屎盆子！我跟这个贱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敢伤我，我爹不会放过你的！你给我等着！原来是叶二挑拨离间，魏大少爷是为了自证清白才动手的。魏大少爷误会了，民女与叶公子绝无瓜葛，往后也会对魏家感恩戴德，不敢做出背叛旧主之事。魏郎，我相信春喜姑娘是清白的。滚！3年到魏灵泽受伤，打死好几个下人，没人敢去凌风院，我没钱打点管事才被送去。第1天就被砸破了头，为了活命只能拼命伺候。我从未肖想过什么，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停车！请停一下车！有鬼啊！搞什么嘛！我是大活人啊！你到底是人是鬼？我不是鬼，我是人。我跟别人出城玩，不小心迷路了。你们能载我一程吗？我可以给钱。你怎么证明你不是鬼？而且你都跟人出城玩了，为什么不跟他们一起回去？上来。多谢公子，公子好人有好报，一定会福寿绵长，万事顺遂的。京兆府办案，你不必害怕。原来是官爷，大人一身正气，深夜还在操劳公事，实在是百姓之福，社稷之幸。能与大人同乘一辆马车，是民女的造化，民女一点儿也不害怕。夜里有官差巡逻，你应付不了，我送你回去。那真是太麻烦大人了。民女家住城西梧桐巷。鬼啊！娘是我，春喜。你这死丫头跑哪儿去了？你想吓死我啊？宵禁这么严，你也不怕被官兵撞见，要了你的命？京兆府那位大人真是个大好人，若能跟他打好关系，往后在这京城也算是有个靠山了。天哪，大少爷的气性也太大了，竟然直接动了刀剑。妹妹，你在这魏家伺候了3年，真是不容易。大少爷也是担心有人挑拨离间，坏了姻缘。你也是，不好好在家待着，瞎跑什么？这下好了，
要是让大少爷误会你吃里扒外，那该怎么办？误会已经造成，我不知道往后会有多少祸端。娘，你还是趁早把我嫁出去的好。这死丫头要是现在嫁人，不仅不能像以前那样拿月钱贴补家里，前世马上就要生了，到处都是花销。而且这丫头万一管我要嫁妆怎么办？一个姑娘家，成天把嫁人挂在嘴上，你也不怕让人笑话？妹妹安全回来就好。妹妹，你昨夜那么晚才到家，是怎么回来的？大嫂，我昨儿是赶在宵禁前回的城，只是半路饿晕了，在街角歇了半宿，半夜缓过劲儿来才走回家的。妹妹真是受苦了。娘，魏夫人之前赏赐下来的那些布匹绸缎，你放哪儿了？那些东西我都收好了。我找了个买家，他愿意出2倍的市场价买这些布，到手的话，应该能有近1000两银子。你不会是被人骗了吧？天底下怎么会有冤大头愿意出2倍的钱买东西？娘放心，人家钱多得很，而且是上赶着要买的，咱们去清点一下吧。不对，怎么少了2匹？怎么可能少？这些东西一直放在我屋里，一定是你自己记错了。少的那2匹，一匹是藏青色，一匹是湖绿色，可都是上好的蜀锦。魏家送来时都是有礼单记载的。娘，你是要我去官府报官，让官差来帮您想起来吗？东西放在我屋里，家里又没有外人，少了2匹，自然是我送人了。你冲我喊什么喊？爹死以后，家里亲戚都不往来了，你送给谁了？亲家母昨天拿着鸡蛋来看你大嫂，听说你从魏家得了好多好东西，我就送了她2匹。我多吃2个肉包子，娘都心疼。如今我没日没夜挣命换来的上好蜀锦，娘却连眼都不眨就拿去送人。昨夜我迟迟未归，娘不曾担心，如今知道了我的遭遇，也只是责怪，未曾关心我半分。这些年你不在家，家里好多事多亏了亲家母帮忙，而且你大嫂马上就要为你大哥生孩子了，咱们家得了这么多贮匹，分他们2匹是应该的。等你嫁了人，你难道就不想着娘家？娘知道女儿这3年过的是什么日子吗？这3年女儿没有睡过一个整觉。魏夫人都知道女儿辛苦，所以给女儿许多补偿。娘呢？娘送东西的时候想过女儿吗？我如何没有想着你？我之前劝你早做打算，劝你好好跟着大少爷。要是你能听进去，爬了大少爷的床，你至于落到今日跟我计较这2匹布？现在满大街谁不知道你在魏家帮人端屎把脚？呸！你看谁还愿意娶你？妹妹，你别生娘的气，都怪大嫂不好，都是大嫂的错。大嫂待会儿就回娘家去，把那2匹布给你要回来。我这3年没日没夜的熬着，把所有的钱都拿回了家。可在娘的眼里，我只是个在魏家端屎把脚、自甘下贱的奴才。送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娘说的对，是我太小气了。原来我才是那个最大的冤大头。这些布既然送到家里，要怎么处置都听娘的。女儿迟早会变成外人，以后就不多嘴了。我看你就是故意撒谎找茬儿，哪有什么愿意出2倍价钱的买家？你就是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带回家的。成，我也不管了。等你嫁人，这些东西全当做你的嫁妆，你通通带走。好啊，只要有人上门提亲，我马上带着这些东西走人。我年纪轻轻就做了寡妇，一个人拉扯你们3个孩子，我有多不容易呀！当初我怀春喜的时候，身子那叫一个不适，后来生春喜时更是差点难产，连命都没了，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爹，好些年没来看您了，不是女儿不孝，一来是女儿卖身为奴后身不由己，二来也是怕您看了心疼。爹，当年卖身时，娘说只要大哥找到活计就赎我回家，结果后来娘却说阿文要念书，大哥要娶媳妇儿，娘让我交月钱，说是帮我攒着做嫁妆，往后风光出嫁，结果钱早就被娘花光了。娘怕我问她要嫁妆，现在居然劝我去给魏大少爷做妾。您说天底下有他这样给人当娘的吗？女儿不能顶撞娘，烦劳爹托梦劝劝她。女儿现在处境尴尬，得早日嫁人。女儿不问她要嫁妆，也不挑剔，只要是个踏实上进、愿意好好过日子的就行。您不说话，女儿就当您默认了。我回家等您的好消息。太阳这么大，应该不是我爹显灵要当面劈死魏灵子。你在这里做什么？我来给我爹扫墓。近日有人盗尸，你跟本少爷回京兆府一趟。盗尸？盗尸？那晚京兆府的那位大人办的案子，难道跟盗尸有关？那位大人不会出事吧？魏大少爷，男女授受不亲，我们怎么能同起？坐稳了。闹够了吗？大少爷，民女实在不知大少爷在说什么。民女不过是去给王父扫墓，不知何处闹了事。你擅作主张离开魏家，不就是想证明在我心中的地位，逼我退亲娶你吗？大少爷，您误会了，民女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民由衷的希望二位能白头到老，儿孙满堂。这里只有你我，你不必再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大少爷，民女说的句句都是真心话，民女也是真心想离开魏家的。如今民女的娘已经在帮民女张罗婚事了。够了！我的耐心有限，你确定要继续跟我闹下去？大少爷，并非是民女要闹，而是民女若继续留在大少爷身边，处境实在尴尬。大少爷不为民女打算，难道还不许民女自己谋条出路吗？你怎知我没有为你打算？魏郎，是我。疼死了！爹啊，要不您还是显灵，直接降道雷劈死魏灵泽这个混蛋吧！有人在查盗尸之事，大人您可一定要小心啊！谁让你出来的？她是我的丫鬟，我管教自己的丫鬟，还请沈大人让开。大人，民女早就恢复良籍，不是他的丫鬟了。民女今日只是去祭奠亡父，不想碰到魏大人调查盗尸案，民女什么都不知道，就被魏大人强行抓回了京兆府。沈大人，您可一定要为民女做主啊！魏晨君，他说的可是真的？我可是未来的骠骑校尉，如今不过是暂居司法陈军之职。沈清渊不过是个京兆府破官，凭什么这样质问我？现在过来，我可以不罚你。大人，民女好害怕。魏晨君无故抓捕良家女子在先，以下犯上在后，当真是要视我昭陵律法于无物吗？方才是我冲动了，还请沈大人莫要与我一般见识。这可恶的贱人，离开魏家才几天就敢如此放肆，看来以前真是我太宠她了，我倒要看看她能嘴硬到什么时候。多谢沈大人再次出手相救，如此大恩，民女没齿难忘。走吧。去哪儿？送你回家。沈大人，您可真是个爱民如子的大好官。
今天算是把魏灵泽得罪死了。叶儿那疯子被刺了一剑，也肯定记着仇。沈大人一身正气，要是能抱上他的大腿求庇护，以后在京城至少有个能喊冤的地方。在看什么？沈大人风神俊朗，民女忍不住想多看两眼。不是吧？沈大人这么正气的人，难道跟我在一起也开始倒霉了？狗官，拿着朝廷的俸禄却不为民办事，你怎么不去死？帮着奸商欺负孤儿寡母，害死人家的女儿，还连夜下葬，连最后一面都不让人家见，这明摆着有鬼！有我在，别怕。就是，听说那姑娘死的时候已经有3个月的身孕了，那可是一尸两命啊！大人，那晚马车上的尸体是外面百姓说的那位姑娘吗？大人明明已经查案，讲究证据和流程，为何不让那姑娘的家人知道？未得夫家允许，谁也不能开棺验尸。沈大人愿意顶着被误解、谩骂，甚至丢掉官制的风险，深夜顶风去盗尸查案，真是不折不扣的好官。警卫到了，大人，你没事？你别误会，我们。你不觉得恶心？怎么不吐？不瞒大人，民女练过。练过？以前在魏家，大少爷瘫痪在床，拉不下脸，时常弄脏床铺。先前有个伺候大少爷的丫鬟，就因为没忍住吐了出来，就被大少爷当场给捅了个对穿。民女为了活命，只能拼命忍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那大人不觉得臭吗？臭，但和尸臭比起来，算不得什么。我的天，清远侯府！我以为沈大人两袖清风，屋舍简陋，他居然是侯门显贵之子，难怪他有底气跟魏灵泽正面起冲突。这个大腿，我春熙是抱定了。皇城脚下，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刁民，竟敢当街拿臭鸡蛋砸朝廷命官，真是放肆！夫人说的是，不过也难怪那些刁民，那女子死得蹊跷，孤儿寡母的，实在可怜。大少爷向来冷漠，定是冷了百姓的心，才激起民愤。是啊，沈清渊这般没有人情味，难怪在京兆府待了这么多年都一事无成。等我们家月儿这次春闱高中，看我不压沈清渊一头。二少爷才华横溢，自然不是大少爷能比的。对了，夫人，方才大少爷还带了一位姑娘回府，此时正在客房安置。什么样的姑娘？可有什么背景？夫人放心，那姑娘衣着寻常，容貌也只是秀丽，全身上下连个像样的首饰都没有，一瞧就是个没身份的穷酸丫头。大少爷难得带姑娘回来，贾嬷嬷，你去库房把那只白玉绞丝纹镯取出来送去，就当是我这个做母亲的给她的见面礼。是，老奴这就去办。嬷嬷，这镯子实在是太贵重了，民女万万不敢收。姑娘客气了，我们大少爷还是第一次带姑娘回家，夫人心里高兴坏了。这镯子只是夫人的一点心意，姑娘务必收下。往后在这京城有什么委屈，尽可来侯府找夫人做主。沈大人，这镯子是夫人给的，但无功不受禄，这东西实在是太贵重了，我不能收。无妨，既然是母亲送的，你收着便是。今日让你受了惊吓，就当是本官给你的赔礼。今日之事又非大人的错，岂能让大人向我赔礼？大人救了民女2次，该是民女谢谢大人才是。民女别无所长，唯有厨艺尚可，不知大人能不能吃辣，
改日民女做了肉干，给大人送去尝尝。好，本官等着。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发生什么事儿了？二少爷在书院跟人起争执，不小心掉进学堂后院的茅厕里了。沈清渊，一定是你这灾星害的！人送到了。回大人，安全送到了。春喜姑娘还给小人抓了一捧红薯干，好吃吗？挺好吃的，很甜，也有嚼劲儿。回来的路上，小子就吃完了。当娘的哪有不疼女儿的？若是我的女儿这样不明不白的被人害死，别说扔狗官臭鸡蛋，就是豁出这条命，我也要为女儿报仇。你要是真的心疼女儿，还是早点找媒婆给你女儿说亲吧。我今天去给爹烧香，碰到魏大少爷了，他认定我心机深重，离开魏家是故意拿巧。我若再不嫁人，咱们家怕是要大祸不临头了。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货？大少爷分明对你有意，你服个软便是。你怎么能煽动外人去打他呢？他的意思是让我做见不得光的外室。哼，娘也不怕传出去让人戳脊梁鬼。大少爷何曾说过要让你做外室？你若真的对大少爷没有爱慕之情，为什么不敢继续留在大少爷身边伺候？反正人我已经得罪了，娘若当真不愿将我嫁出去，咱们一家人一起下黄泉，正好也有个伴儿。真是作孽呀！天底下怎么有你这种逼着亲娘非要嫁人的女儿？老曹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厉家妹子啊，你评评理！我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一个人辛辛苦苦把这3个孩子拉扯大，我容易吗？如今家里家外一堆事儿，老大家的马上就要生了，正是要人伺候的时候，这死丫头却在这个时候闹着非要嫁人，她这是存心想要累死我啊！春喜呀，不是李婶说你娘一个人确实不易，你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儿，在这个时候闹着嫁人呢？就是，太没良心了，哪有女儿在这个时候逼亲娘的？我也不是非要留你在家当牛做马，只是你大哥娶媳妇儿，阿文读书，家里正是用钱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多余的银钱给你置办嫁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折腾这一出，不就是怕我问你要嫁妆，又怕背上苛刻女儿的恶名吗？既然你想要名声又想要钱，那我就成全你。这些年我在魏家赚的月钱几乎都拿回家里了，既然娘说家里没钱，女儿也不为难娘。嫁妆我可以不要1分1毫，但是也请娘当着诸位邻里的面承诺，今后无论发生何事，娘和曹家都再不准伸手向女儿要1文钱。这死丫头难道在魏家攒了私房钱？哼，不过看她这些天好吃懒做的样子，也不像有钱的样。只要她不跟我要嫁妆，我横竖是她亲娘，以后有事她还能真的见死不救。好，只要你不要嫁妆，以后老娘就再也不开口问你要1文钱。口说无凭，阿弟去拿纸笔来，让娘立着字据，写明今日的承诺，再请诸位叔伯婶婶帮忙按个手印，做个见证。哎呀，这人家亲母女，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这立了字据，按了手印儿，以后万一和好了，咱们岂不是里外不是人？是啊，曹大少，春喜这些年在魏家挣的也不少，如今还带回来那么多赏赐，
你怎么能一点嫁妆都不给人家准备呢？就是，没有春喜，大武能娶媳妇儿，阿文能上学。别跟自己女儿一般见识了，少给点也是个心意。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去给你大姐拿纸笔来！爹走妖时，娘为了让爹高兴，特意去跟别人学了写字，回来一笔一画的教我。可如今，娘手里的这支笔，却要用来跟我彻底划清界限。明日老娘就去找媒婆。既然你这么能耐，从今天起，别再吃家里一粒米。住在这里的房费，你也给老娘一分不少的交上来。好妹妹，娘说的都是气话，你千万别当真。你跟娘服个软，这事儿就过去了。阿姐，你才刚回家，我舍不得你这么快就嫁人，你在家多陪陪我好不好？是啊，春喜，你娘守寡拉扯你们不易，做女儿的哪能跟亲娘记仇呢？你就认个错吧。1两银子，外面最便宜的客栈1天房费也就3文钱。如果娘觉得这些不够，我明日便搬出去住。好，好，好，你在魏家学了本事，翅膀硬了，老娘以后全当没有你这个女儿。张大姐，我想给我家春喜说门亲事。哟，曹大娘，你家春喜那丫头长得俊俏，又是个吃苦耐劳的，虽说年纪快19了，但也很好说人家的。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张大姐，春喜这3年可是在魏大少爷身边伺候的，这名声上……我当然知道，魏大少爷之前受伤瘫痪在床，他如今能大好，全是你家春熙照顾的功劳。这说明你丫头命格好，福气旺，多少人家求都求不来呢。哼，若不是我当年忍痛把这丫头卖进魏家，她哪有如今这般造化，能被人抢着要？这补品看着就好，咱们快给婶婶送去。好啊，我在这家里吃着清汤面，你们倒好，出去吃香的辣的，满嘴的蒸羊肉味儿，真是反了天了。家里的钱都在我手里攥着，春喜居然还能买得起这么多好东西，难怪这丫头昨晚那么硬气不要嫁妆，原来是手头上藏了私房钱。那魏夫人到底给了她多少赏银？几千两，还是几万两？你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心眼子不用在外人身上，全用来防着自家人。魏夫人到底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狠心，非要跟家里划清界限？我如果不留个心眼，昨晚就已经被娘扫地出门了。谁要赶你出门了？你是我拼死拼活生下来的。昨晚若不是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不来台，母女哪有隔夜仇啊？柴火和油，待会儿我会折算成钱给娘。请问娘，使用这锅灶还要另外收钱吗？随你便。这个吃里扒外的死丫头，竟然连一星一点的肉渣都没给老娘留下！这死丫头一大早费尽心思做这么多肉，到底是要送去给谁？青叔大哥，春喜姑娘，你怎么在这儿？他去京兆府撞见大少爷，便来侯府碰碰运气，没想到这么巧碰到了你。我做了些麻辣兔肉，大盒是给沈大人的，这小碗是特意留给你的。这味道绝了！春喜姑娘，你这手艺真没得说，东西包在我身上，保准送到大人手里。大人，快尝尝，春喜姑娘方才特意送来了麻辣兔肉，可好吃了。
你没告诉他，本官今日休律在家。大人休时不是最烦旁人打扰吗？小人想着帮大人把东西拿进来就成了。你做得很好。哎，大人，那一小碗是春喜姑娘特意给小人的。所以呢，给你的东西，本官就不能吃了。陶大娘，我跟您说，城东的李员外不仅在城里有铺面，城郊有果园，还有10几亩良田。他不仅愿意出100两银子的聘礼，还说了，只要春喜一进门，那就是吃穿不愁的当家主母啊！敢问婶子，这位李员外今年贵庚了？哎呀，年纪嘛也不大，而且富贵人家保养得好，瞧着年轻着呢。35了还没娶妻，该不会是李员外身体有什么隐疾吧？你这死丫头，瞎说什么胡话！那怎么可能？李员外虽然没有娶正妻，但家里可是纳了好几房温柔体贴的姨娘，儿子都满地跑了，身子壮实得很。婶子，民女年纪小，又是个没本事的，压不住那些个生了儿子的姨娘，恐怕没那个命去李员外家享福。我也知道自己的情况，不敢高攀，只求婶子帮我寻个家境简单、踏实过日子的人家就行。你这丫头倒真是个明白人。实不相瞒，我这儿确实有一个更合适你的人选，是个秀才，今年25，正在城西的学堂教书呢。你家阿文应该也认识。小孩子玩闹没有分寸，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已带他去医馆看过，只是扭伤，并未伤到骨头，过几日就好了。阿文是在学堂受的伤，是我这个做先生的没有看顾好他，婶子不必如此。阿文这几日走动不便，我来接送他上下学吧。那样会不会太麻烦先生了？不会。阿文，快跟娘说说，这位周先生平时在学堂怎么样？人品如何？周先生人很好，教课也细致，我们都很喜欢他，而且先生可孝顺他爹娘了。这李员外家虽然富贵，但姨娘多，儿子多，我去了也沾光不着。这周琴虽然没钱，但重孝道，对我这个丈母娘肯定也恭顺。以后春喜成婚了，我也能继续拿捏。春喜啊，这位周秀才人品好，还才貌双全，明日我就答复张媒夫去。但周家到底没什么钱，你可别傻乎乎的把你私藏的那笔钱全都贴补了他们家，也得给自己留点儿。这才见了一次面，我怎么知道他人品如何？还得再打探一下才行。张媒婆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她父母健在，下面只有一个妹妹，一直洁身自好，未曾娶妻。而且阿文也说了，她人很好，你还要打探什么？这是关乎我一辈子的大事，我自然要谨慎些。你若背着我答应人家，我不介意多个后爹。周先生，听说还有其他孩子也受了伤，我陪阿文去学堂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若是错在阿文，也好向他们赔礼道歉才好。姑娘真是明事理。春喜姑娘，你这是去哪儿啊？给沈大人请安。我弟弟曹文在学堂跟同窗打闹，不小心崴了脚。我这正打算陪曹文去学堂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下青松学堂教书先生周琴，春喜姑娘的弟弟这几日行动不便，在下便来帮忙接送一下。这就是17岁便高中状元、名动京城的沈清渊，当年那般意气风发，没想到10年过去了，沈清渊居然还只是个京兆府常使，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上次的兔肉很好吃，晚点我让青叔把食盒送去你家。大人喜欢就好，肉干我已经晒上了。若是这几日天气好，再过5、6日就能弄好，到时再给大人送去。对了，大人喜欢吃甜福吗？我还会做一些精致的糕点。
都行，我不挑。好，那民女到时候做了，一并给大人送去。春喜姑娘，你和这位沈长史很熟吗？之前机缘巧合，沈大人帮了我2次大忙，所以我做些吃食，只是想表示感谢罢了。爱护百姓，本就是为官者的职责所在。沈长史职责内的事，姑娘其实不必这般感激涕零。更何况，这位沈大人前几日刚被人当众砸了臭鸡蛋，闹得满城风雨，名声实在不好。姑娘还是不要和他来往过甚的好，免得连累了自己的清誉。周先生，怎么？你认识沈大人？在下与沈长史算不上认识，只是有所耳闻。这位沈大人当年虽以状元之资入京兆府，但10年内却毫无建树，不得升迁。春喜姑娘，在下是怕你被他那副高高在上的皮囊骗了去。周琴啊，周琴，你快30了，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混上，居然还好意思嘲笑17岁中状元的沈大人，不知其貌，不解其人，就敢这般肆意评誉，实在是自负高傲。我真是看错你了。退婚这事儿，回家就办。沈清渊17岁高中之后，便再也写不出什么锦绣文章了，可见是江郎才尽。当年能中状元，不过是凭着他老爹清源侯的面子，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真才实学。而且，沈清渊今年27，娶过2任妻子。周先生，你毕竟为人师表，嘴上还是积点德吧。阿文，你在学堂念书，先生应该有教过你。真正的君子是不会像那市井长舌妇一样，在别人背后指点江山的，对吧？阿姐说的对，先生刚才所言确实有失君子风的。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在下是好心提醒，姑娘却这般曲解，实在是不识好人心。看来，在下也没必要帮曹文遮掩祸事了。曹文昨日在学堂将赵大宝推倒，害得人家磕破了头。一会儿赵家人找到学堂，姑娘既这般能言善辩，就请自己跟他们解释吧。阿文，这些年阿姐不在家，不了解你现在的性子，但周先生说的话，阿姐一个字都不信。你跟阿姐说说，昨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吗？阿姐，我不是故意要推赵大宝的，是他先骂我的。好啦，别急着哭，先把事情说清楚，阿姐才能帮你讨回公道。赵大宝知道我没有爹，总是联合其他人欺负我。前几天测考，他非要逼我把答案抄给他，我没给。昨天他就带着人要把我堵在死角打，我害怕极了，才推了他一下。可先生来了，根本不听我解释，只逼着我给赵大宝道歉。这周琴不仅自负，居然还是个是非不分、欺软怕硬的小人。阿文不怕，这事不怪你。走，跟阿姐去学堂，我们找她算账。春喜姑娘，我们又见面。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们家怎么只派了一个小姑娘过来？你爹呢？我爹死得早，家里有什么事儿，老先生直接跟我说就行了。你弟弟在学堂不思进取，反而霸凌同窗，出手伤人。按照学堂规矩，要受30戒尺，抄《弟子规》10遍。最重要的是，在受罚之前，必须向受伤的同窗赔礼道歉。你把我的脑袋打破了，必须当着大伙的面跪下来给我磕3个头道歉。昨日周琴已经逼着阿文道过歉了，今日又闹出这样大的阵仗，连你这尊大佛都请来了。说到底，还不就是为了逼我低头？我弟弟没有打人，他才是被欺负的那个。要道歉，也是你给阿文道歉。自春喜离开后，母亲又送来2个丫鬟，按腿手法也精湛，可我就是觉得浑身不舒坦。这丫头离开魏家之后，胆子果然是越来越大了，居然还敢跟我瞪眼睛。你不过是个寻常人家的丫头，
纵然嫁去别家，也要整日为了生计奔波操劳。而只要你乖乖回到我身边做外事，得的赏赐就够你曹家富贵衣食无忧。放肆！春喜，你一个无知妇人，居然敢在魏成君和曾老面前信口雌黄！赵大宝头上的伤口还在，你弟弟昨日也亲口承认了，你还想狡辩？周先生，急什么？我手里有证据。学堂其他学生都可以作证，是曹文动手打的人。这丫头竟然还敢在大堂之上狡辩！昨天曹文已亲口承认是他打的人，姑娘就算再怎么疼爱弟弟，也不能是非不分。我们青松学堂可容不下这种顽劣不甘的学生。既然周先生也说了学堂容不下，那正好，这样不问黑白包庇霸凌者的学堂，读了也是误人子弟。阿文，我们退学，还请周先生把今年的数先退还。真是放肆！明明是你们坏了学堂规矩，竟敢倒打一耙，数先是不可能退还的。我还要写封告示贴在学堂门口，让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既然想退学，那就把竖琴退给他们。大少爷在等你们，上车吧。我可以让曹文进云氏族学念书。魏大少爷有心了，但我弟弟资质平庸，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去了必然会给云氏族学抹黑。我还是另外给他找普通书院吧。除了送你弟弟进云氏族学，你以为你现在还有其他路可以走吗？春喜，你不过是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我倒要看看，等你在京城走投无路的时候，除了老老实实回到我身边，还能求得着谁？给你一盏茶的时间，回家收拾好东西，跟本少爷回去。哎呦，春喜呀，你可算回来了！瞧瞧，你公公婆婆来给你下聘了，快来看看这些聘礼，你喜不喜欢？我的妈呀，这位贵公子看我的眼神怎么像要杀人一样？难道春喜这丫头攀上了这样的权贵，那她还找我说什么媒啊？哟，大红托盘，还有金镯子呢！春喜这丫头真是好命啊！你当真要嫁给别人？回大少爷，民女一直都是认真的，从未骗过大少爷。我瘫痪3年，我最不堪、最脆弱的时候，都是你陪着我走过来的。你明明深爱我，怎么可能嫁给别人？这些聘礼如此寒酸，那周家秀才处处都比不上我，你竟然愿意嫁给他？好，很好。春喜丫头，刚刚那个气势吓人的贵公子到底是谁呀？春喜丫头，刚刚那个气势吓人的贵公子到底是谁啊？他是魏家大少爷，我之前的主子。今天在路上凑巧碰到，就捎了我和阿文一程。那魏家大少爷俊美贵气，我儿周琴怎么跟人家比？春喜都离开魏家了，魏大少爷路上碰到，竟然还亲自送她回家，两人定是藕断丝连。春喜急着嫁人，莫不是想让我儿当冤大头，好跟那贵公子继续暗中偷情？曹大嫂，我们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些急事，这订婚期的事情，咱们改日再议，先告辞了。周家可是诚心要娶你家春喜，你们若是不处理好和魏家的关系，砸了我的口碑事小，毁了春喜的名声，她以后想再嫁人可就难了。魏大少爷怎么会跟你们在一起？你给我老实交代！阿文在学堂被人欺负，被周秀才逼着给霸凌者磕头道歉，是魏家大少爷出面让我们退了学，拿回数银。大少爷还说可以送阿文进云氏族学念书。哎呀，我就说大少爷对你是有情的。云氏族学那可是大如云集的地方，
多少世家挤破头都进不去。你如果不火急火燎的闹着要嫁人，阿文不就能进族学了？我可没答应要嫁给周琴，是娘趁我不在家偷偷收了人家的聘礼。若是再晚一会儿，我说不定都不用回来了，直接去周家拜堂成亲好。成，我这就去把周家的聘礼给退回去。你马上收拾收拾，去找魏大少爷求求情。只要阿文能进族学，咱们家豁出面子不要也值了。好啊，只要娘现在去把周家的聘礼退了，我马上就去找大少爷。这死丫头答应的这么痛快，万一我把周家亲事退了，魏大少爷最后不认账，阿文进不了族学，周家这么好的女婿也飞了，那我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春喜姑娘，你在家吗？在呢。送食盒这种小事，让青叔大哥跑一趟就行了。沈大人怎么还亲自来了？正好下职，顺道过来看看。令弟在学堂的事解决好了吗？大少爷也不知犯了什么病，大清早跑去给那霸凌人的赵大豹撑腰。学堂的周先生和曾老先生为了讨好魏家，黑白不分，逼我弟弟下跪道歉。我咽不下这口气，当场给阿文办了退学。我供阿文念书，并不指望他能光宗耀祖，考取功名，只希望他能多懂些圣贤之道，做个明辨是非的人。继续读下去不仅无益，恐怕还会害了阿文。你做得很对，魏大少爷在学堂没再找你麻烦。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大少爷的确找了我，还允诺让阿文进云氏族学念书。但一回到家，他看到周家来给我下聘，当场就黑着脸走了。我想以后他应该不会想再见到我了。啊，春喜姑娘这么快就要成亲了？今日周家送来的这些聘礼，我也是要全部退回去的。我打算买一间铺面，做些吃食卖。沈大人和青叔大哥对我有大恩，就算以后成了婚，我也会经常给大人送好吃的。这世道女子做生意可不容易，抛头露面的，你未来的夫君能同意？学堂和铺面的事，我都可以让青叔帮你打听。真的吗？沈大人，你可真是太好了，简直是活佛转世。阿文，快来给沈大人考教功课。《论语》开篇，你背得出吗？青叔大哥，铺子不用太大，地段也不用太好，有个小角落就行。你可得多费心打听啊，最好是在往来商客都会经过的地方。我的预算在300两银子以内，要留些钱准备食材。沈大人慢走，青叔大哥慢走。女子在外抛头露面，肯定是要遭人非议的。大人当真要让我帮春喜姑娘找铺子，万一他日春喜姑娘的夫君不让她开铺子，那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她嫁不了周琴，开铺子的事，周家也管不着。即便她不开铺子，也可以用来收租，有一间铺子傍身，总比没有的好。大人说的是。咱们在蜀衙见过太多女子被婆家吃光嫁妆，最后惨遭厌弃，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买了铺子，那铺子可就一直姓曹了。她是个聪明人，不会嫁给不让她经营铺子的人。这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啊！我家大人居然也会主动夸别人聪明了。今天这都是第3个上曹家门的男人了吧？真是没看出来，曹家那个阿喜勾搭男人的本事可真大啊！可不是嘛，不安分。以后还是尽量别让沈大人送我回来了。别人怎么说我不要紧，万一害了沈大人的清誉，那我可真是罪过。真的吗？沈大人，你可真是太好了。今天这都是第3个上曹家门的男人了吧？真是没看出来，曹家那个阿喜勾搭男人的本事可真大啊！可不是嘛，不安分。以后还是尽量别让沈大人送我回来了。别人怎么说我不要紧，万一害了沈大人的清誉，那我可真是罪过。
谁让你自作主张要买铺子？你这是铺子做生意的，你哪有做生意的脑子啊？汉京的铺子最差的也要好几十两银子，万一赔光了怎么办？做生意哪有稳赚不赔的？我现在不会，学个1、2年不就会了？不过我也不一定非要买铺子，万一大少爷消了气，真的让阿文进了云氏族学，那族学的束收可比以前轻松学堂贵得多了。对呀，进族学衣食住行都要花大钱，春喜手里的钱要是拿来供阿文，那自然是再好不过。可万一退了周家的聘礼，魏大少爷却不认账，阿文也进不去，那又该怎么办？那个叫春喜的贱婢果然心机深柔，看似果断决绝地离开魏家，却屡次3番制造和姐夫偶遇。今天还故意找人演戏，在街上给他下聘，故意让姐夫看见，真是无耻至极。够了，不过是巧合罢了，以后不许再说这样编排人的话。还有，阿月，你不该自作主张派人去监视魏郎。阿姐，对不起嘛，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阿姐为了名门闺秀的体面要顾全大局，我可不用。敢勾引我未来的姐夫，我定要找人去好好教训教训那个下贱的狐狸精。夫人，老奴查清楚了，这几天大少爷身边那个叫青书的，天天在外面收那春喜丫头送来的吃食，什么驴打滚、米糕、花生酥，天天不重样。那个春喜到底是什么底细？不过是个穷苦出身的丫头，10岁卖身进魏家，魏灵泽瘫痪那3年，就是她贴身照顾的。去年魏灵泽带着他到处招摇，不少达官巨人都认得他。好，真是太好了！沈清渊这清高的大少爷，居然被一个服侍摊子的下贱丫头勾了魂儿。若他真把这丫头娶进门，这清远侯府可就成了满京城的笑柄。好，世子之位，看他还有什么脸面争。不过，我听说那丫头最近似乎在和一户周氏人家议亲，都快定下了。是有这么回事儿，好像是个教书的秀才。这可不行，去，别惊动大少爷，让那姓周的知难而退。这丫头只能进我们沈家的门。啊！春喜姑娘，正好你要出门，咱们边走边说。春喜，既然2家已经下了聘，有些话我便直说了。我并不介意你之前贴身照顾了魏大少爷3年，与别的男人有过肌肤之情。正因为你伺候人得力，我爹娘才格外相中你，想让你早点过门伺候他们2老。但我心中其实早有心仪之人，你入门后不得干涉我的行踪。他日若在下能考中举人，便要贬你为妾，娶她为正妻。到时候你可不能有半点怨言。说的这么难听，不就是想故意激怒我，让我主动提出退婚，好保全你那老夫子的名声吗？周先生，实不相瞒，我也不喜欢你，但奈何我娘很相中你这个女婿。你放心，将来我进了门，定然会好好孝顺公婆，当牛做马。若先生以后考中举人，我自会主动让贤，给妹妹挪地方，绝无怨言。该死的，他居然这都答应，难道他真的是想拿我当幌子，好跟那魏大少爷继续暗中往来？指定每天还要我帮他们养野种？不行，光是伺候公婆还不够，你必须把魏家给的所有赏赐都带进我们周家，而且嫁妆不能低于100两。好啊，没问题。哟，这不是春喜妹妹吗？你要上哪儿去？本少爷捎你一程呀。多谢叶少爷好意，不过民女正和未婚夫随便逛逛，用不着坐马车。未婚夫？你这么快就有未婚夫了？春喜妹妹，你好歹也跟了魏灵泽3年，
怎么如今挑了这么个又丑又穷酸的玩意儿？哼！你这狂徒，休得血口喷人！来人，给本少爷好好招呼他一下，让他知道长幼尊卑，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放开我！你们！春喜妹妹还不上车？难不成非要本少爷让人请你上来？民女不敢。味道还真不错，哪儿买的？叶少爷，您今日找民女，可是有什么要紧事？不急，等到了酒楼，咱们边吃边说。奇了怪了，是谁抢在咱们前面动手了？管他是谁，反正夫人的命令是让这小子吃点苦头。对，若是不打他，咱们回去没法向夫人交代。有道理，动手！别打了，求求你们别打了，我不娶了，我不娶了，我退婚还不行吗？哎呀，周姑爷，你这脸是怎么了？怎么弄成这副鬼样子啊？别碰我！王大娘，这婚事我不结了。我们周家高攀不起，聘礼我们也不要了。求求你们曹家放过我，别再派人打我了。周先生，周姑爷，你别走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周先生跑得这么急，可是去曹家把婚退了？退了，退了！我刚刚已经把婚书还回去了，聘礼也没要。求求各位好汉，千万别再打我了。退了？姐夫竟然为了保护那个下贱的丫鬟，连指使人废了周琴这种事都干得出来。春喜，你这不要脸的狐狸精，我绝对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们听说之前那个盗尸案了吗？听说尸体在京兆府被找到了，仵作验出那死去的姑娘身上全是伤，还中了毒，是婆家为了娶有钱的新媳妇儿，活活把人虐杀的。我也听说了，死后那么久尸体都没腐烂，肯定是死得太冤，亡魂不散，自己从坟里爬出来找京兆府鸣冤的，可不是吗？我大表舅的亲戚在京兆府当差，说这几天夜里停尸房总能听到女人的哭声和走路声，瘆得慌。沈大人果然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了，看来沈大人不仅是个好官，还是个有本事的。沈大人果然把案子查个水落石出了，看来沈大人不仅是个好官，还是个有本事的。酒就不用你倒了，你喝。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只要你重新回到魏林泽身边，搅黄他和萧清河的婚事，本少爷就给你3000两黄金。哼，你要是不答应，本少爷现在就让人把你打晕，扒光了直接丢到大堂去。民女多谢叶少爷赏识，我可以按照叶少爷说的去做，不过民女得先拿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才行。果然是个眼皮子浅的。来人！叶少爷，您有所不知，昨日我那未婚夫家来下聘，正好被魏大少爷撞个正着。大少爷这几天恐怕正在气头上，
民女现在要想回到他身边，怕是有些难度。这有什么？只要你乖乖听话，本少爷自然会派人帮你。哈哈哈哈哈！叶少爷海量，那咱们可就说定了。过2日，民女就找机会去见大少爷。青叔大哥不在，也是，蛋黄酥都被叶儿那王八蛋抢光了，连食盒都没拿回来，去了也解释不清楚。改天见到青叔大哥，再好好向他赔罪吧。叶儿逼我尽快回到魏灵泽身边，否则就要对我的家人下手，这可如何是好？你这死丫头，跑哪儿去鬼混了？知不知道沈大人都在院里等你多久了？大人恕罪，民女今日出门没多久，就碰到了叶家二少爷。他尝了民女做的糕点，非要拉着民女去摘星楼用膳。民女好不容易才脱身，所以回来迟了。人没事就好，以后送吃时可以直接送进清远侯府，不必遮遮掩掩。多谢大人。不过民女这2日有些私事要办，过几日再给大人送吃的，成吗？可以。民女听闻那件盗尸案已经破了，真凶也被大人绳之以法，大人真是太厉害了！有大人这样的青天大老爷，真是我朝百姓的福气。本官吃了你不少东西，你若遇到什么难事，大可向本官开口。多谢大人。不过民女最近事事顺心，并未遇到什么难处，能遇到大人，民女就已经沾了极大的福气了。叶儿又损又缺德，想拿我当枪使去搅黄萧魏2家的亲事。我虽然惹不起叶儿，但萧家大小姐绝对惹得起。我今天就把这事儿原原本本东立告诉萧大小姐，看那叶儿还有什么好果子吃。祖母今日气色真好，戴上这只金步摇，瞧着倒像我和大姐的姐姐了。二妹惯会打趣，不过祖母今日确实年轻，定是福泽深厚。给老夫人请安，祝老夫人身体安康，福寿绵长。上坡大树填过去。今日要商谈清河与魏大丈爷的婚期，2家婚事耽搁许久，我们萧家不能失了礼数。老大媳妇儿，你带孩子们去前院迎接吧。是。启禀老夫人，清远侯夫人莫氏到了。快请他们过来！渊儿这孩子真是越来越像他了。给老夫人贺寿，祝老夫人福如东海。祝老夫人松鹤长春，万事顺遂。这是晚辈亲手抄写的百寿经，祝老夫人福泽深厚。这是晚辈手缝的百寿腰枕，老夫人累时靠着，能舒缓腰痛。老夫人别见怪，我家渊儿平日在京兆府办案忙碌，什么也没准备。不如月儿和雨儿在云氏族学里懂事，月儿明年还要参加春闱，若是侥幸高中，到时还指望萧家能多多提携，
帮月儿谋个好差事。夫人客气了，月儿若有真才学，朝廷自然不会埋没。清苑侯府在汉京没什么根系，孩子们成婚也难。若是萧家能帮着相看，哪怕是用我家侄儿的婚事去换，我也是甘愿的。侯夫人真是太自谦了。渊儿的婚事，夫人不就操持得很好吗？连那样好的姑娘都带回府了，又何必还要让外人插手呢？老夫人这话真是让我羞愧难当，都怪我平日里白长了一双眼睛，看人不准，这才害得渊儿接连丧妻，落了个不好的名声。所以我今日才想请老夫人帮忙把把关。往后渊儿若要再娶，全凭老夫人做主。反正沈清渊克妻无嗣的名声在外，整天和死人打交道，任凭你萧老夫人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到什么正经世家闺女肯嫁他做续心。只要你接了沈清渊这烫手山芋，我月儿和雨儿的婚事，你便不好推脱。渊儿，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若有中意的姑娘，大可告诉舅母。既然母亲往后不敢再插手渊儿的婚事，那今后渊儿的婚事便由渊儿自己做主。你这孩子怎么能跟你舅母这般说话？舅母也是为了你好啊！嫂嫂，你看这孩子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那我们月儿的亲事，渊儿也是大孩子了，他既想自己做主，那便由着他吧。走吧，魏家的人也到了，咱们去前院瞧瞧。这个老东西，说来说去就是不肯拉拢皮鞋我的月儿，真是偏心偏到了骨子里。这不是去大小姐院子的路。你倒是不笨，二小姐有令，今日萧府寿宴，不许你这种来历不明的人冲撞贵客，识相的就从偏门滚出去。我今日是有要紧事求见萧大小姐，若耽误了两家婚事，你担待得起？少拿大小姐吓唬我！来人，把她请出去！请？你们萧府请客都是用绳子请？抓住他！千万不能让他搅了老夫人的寿宴。寿宴好啊，人越多，萧家越不敢明着杀人灭口。清河这孩子不仅生得貌美，更是温婉贤淑。我们魏家能娶到清河，真是不知几世修来的福分。墨韵这死丫头怎么去了这么久？那个狐狸精，今日绝不能活着离开萧家。站住！不许跑！再跑就打断你的腿！贱人，你疯了！扰了老夫人的寿辰，大罗金仙来了也救不了你。春喜，你果然是在和我玩欲擒故纵。一听说我要和萧家定下婚期，你到底还是按捺不住，跑来砸场子了。你怎么在这里？求沈大人给民女做主啊！民女今日有些紧要事情，想要求见萧大小姐，谁知一入府，萧家的下人二话不说，拿着麻绳棍棒就要打杀民女。民女不想死的不明不白，只能拼了命的跑到这里。民女只想问问萧家，民女到底是犯了什么滔天大罪？清河，是你派人动的手。魏郎，在你心里，我竟已是这般面目可憎、心狠手辣之人了吗？是生气啊，这是生气。春喜姑娘，
我今日一直与母亲和祖母在松鹤院，并不知你来寻我之事，更不曾下过要打杀姑娘的命令。你这满嘴胡言的混账东西！不仅坏我祖母寿宴，还敢信口雌黄污蔑我姐姐！杀了你都是便宜你，活该将你千刀万剐！月儿，住口！休得胡言！民女知道萧大小姐温柔善良，绝不会做出这等草菅人命之事，不然民女就算有10个胆子，也不敢登门求救。想来定是那些下人狗仗人威，私下里自作主张。夫人恕罪，是奴婢自作聪明。奴婢听说这贱婢之前和魏大上有些纠葛，怕他来坏了大小姐的婚事，为了讨好大小姐和二小姐，这才自作主张要……混账东西！来人，把这满嘴胡言、自作聪明的奴才拉下去，重打30大板。今日参与动手的下人，通通罚俸1个月。家奴无礼，本夫人已经责罚，但你方才说你有极紧要的事来找和儿，现在说吧，若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萧家也绝不容忍这般放肆。回夫人，昨日叶家二公子叶二将民女强行带去摘星楼，威胁民女重回魏大少爷身边伺候，找机会彻底破坏魏萧两家的联姻。叶二少姐还说了，民女若是不从，他明日便派人将民女扒光了衣服丢到大街上去。民女柔弱无依，惶恐难安，自知叶二少姐是要拿民女当枪使，陷萧家魏家于不义，这才冒险来找萧大小姐求助。我以为他是因妒生恨来砸场子，甚至沾沾自喜，却没想到他宁可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冒着生命危险，也不愿听叶二的话，回到我的身边了。真是晦气！咱们清远侯府好歹也是正经送了厚礼的，凭什么沈清渊能做主桌，咱们却要跟这个粗鄙下贱的退婚丫头坐一桌？清远侯府是没给你饭吃吗？你要学这饿死鬼投胎的做派，丢人现眼！姐姐，劳烦帮我再添一碗米饭，多谢。哟，春喜姑娘，今日可是萧老太君的寿宴，宾客们送的都是奇珍异宝，你作为大少爷的救命恩人，住进萧府，吃得这么香，不知给老夫人准备了什么寿礼呀？民女出身寒微，不识得什么奇珍异宝，但是这元宝是实打实的真金，也是民女身上最贵重的东西。民女祝老夫人福泽深厚，金玉满堂。好，你这孩子倒是个最实诚的。老婆子活到这把岁数，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唯独缺你这份实心实意。来人，把元宝收好，重赏春喜姑娘。这个死丫头，居然拿叶儿给的买命钱在这借花献佛，倒显得我清远侯府小家子气了。魏兄，贤婿，既然两家并无隔阂，那这婚期便定在5月26。虽然只有2个月时间，但婚礼所需之物3年前便已筹备妥当，断不会显得仓促。多谢岳父大人成全，小婿在此立誓，此生定会对清河一心一意，绝不委屈了清河，更绝不纳妾。在这个全然陌生的豪门宴席上，春喜无权无势，却吃得这般安分。他根本抢不过我，也从未想过要跟我争什么。可为什么我这个赢家，却觉得自己输得如此惨烈，输得如此彻底？春喜丫头，方才老婆子瞧你吃饭，只觉得胃口大开。往后你若是有空，可要常来府上陪陪我这老婆子。是啊，春喜姑娘，咱们府上还没见过谁吃饭能像你这般香的。因着你，老夫人今日可比平时多用了大半碗饭呢。老夫人和嬷嬷不嫌民女打扰，是民女的福气。
民女往后定登门讨壤。好个偏心眼的老不死！我侄儿天天来给你送吃送穿，你连个正眼都不给，却对一个才见了一面的饿死鬼丫头这般亲热。沈大人，民女有一事相求，不知一会儿大人能否载民女去一趟恒通钱庄？恒通钱庄，好。多谢大人今天在萧家帮民女说话，若不是大人护着，民女今天少说也得脱层皮。本官不过是说了2句公道话，就值2个金元宝。当然值，大人您是金口言，一字千金。你会武功？大人果然慧眼如炬，我爹以前是走镖的，我跟着他学了几年防身的三脚猫功夫，后来进魏家干的都是搬搬抬抬的粗活，所以这力气比寻常女子确实大上一些。本官的功夫也是家传。清远侯的威名在朝野中自是人尽皆知，民女听闻侯爷当年在边关一人一骑斩首敌将。他不是我爹。啊！大人，你这是喝醉了吗？吓死我了！原来沈大人是喝醉了在说胡话呀。这位京兆府铁面无私的长史大人，酒量也未免太差了，才几杯酒就醉成这样，连自己有几个爹都开始乱认了。启禀二少爷，探子回报，那春喜今日果然大闹了萧老夫人的寿宴，把萧家搅得鸡飞狗吠。哈哈哈哈！好，太好了！这臭丫头果真按着本少爷的计划去办了。萧清河，你往日不是清高的连正眼都不瞟本少爷一眼吗？如今魏灵泽被一个下贱的丫鬟勾了魂去退婚，本少爷看你还怎么在京城立足？等你跌落神坛，成了满京城的笑柄，还不是得乖乖跪在本少爷胯下求饶？哪个不长眼的狗奴才，竟敢打扰本少爷的好事？信不信本少爷？爹，你打我干什么？逆子，畜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爹，我的腿疼死了，别打了！老爷，你疯了啊！这是咱们的亲骨肉，你这是要活活打死他吗？蠢妇，要不是因为你平日里百般溺爱纵容这个逆子，他焉能有着通天的狗胆去算计魏家和萧家的联姻？今日萧家和魏家已经彻底拿到了证据，你可知道我们叶家差点被这个逆子害得满门抄斩？老爷，这有这么严重？来人，立刻把夫人和二少爷的东西收拾好，备好车马，今天落日前把他们通通送回赣州老家。没有本官的允许，一辈子不许踏入京城半步。老爷，你我夫妻20余载，你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赶我们走啊！回了老家，二儿子的腿可就废了。小事，若非念及夫妻情分，今日本官就该亲手杀了这个孽僧，提着他的脑袋去萧家请罪。动手，立刻送走。谁呀？大半夜的，是要拆家吗？谁在外面？阿喜，快开门！是我，你大哥。阿喜啊，我的好妹妹，对不起，都怪大哥没用，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去魏家受了那么多苦。大哥没用，大哥愧对爹爹啊！大哥，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这爱哭的毛病怎么是一点都没改啊？快松手，我要被你勒死了！儿呀，你慢点吃，饿成这副鬼样子，城郊那黑心木料作坊肯定是不给你们吃饱饭。往后咱们不去了。你妹妹这次从魏家带回来满满一车的好布匹，等过2日卖了，能得不少钱呢，够咱们家鬼用小半年了。
娘，这怎么能行？那些东西是魏家赏给阿喜的，是阿喜用3年青春和血汗换来的。我这个当大哥的，怎么能惦记妹妹的东西？你个傻小子，你懂什么？你妹妹精明着呢，手里不知藏了多少私房钱，这点东西她根本瞧不上。闭嘴！不管阿喜有多少钱，那都是他自己靠本事挣来的，谁也没有资格眼红。娘，我且问你，你是不是趁我不在家，私自收了那个周琴送来的聘礼？这死丫头，难不成又跟大武告状了？娘，阿喜都被魏家赶出来了，你还嫌不够乱吗？现在那姓周的畜生为了名声，在外面写了文章四处张传，说我们曹家阿喜打着义亲的名号，专程骗人家钱财。你让阿喜以后还怎么在京城抬起头做人？怎么嫁人？什么？骗人钱财？真是天大的笑话！当初是他们周家急着上门求娶，也是他周琴莫名其妙跑来退婚，还把婚书甩在我脸上，信誓旦旦说不要聘礼的。他竟然敢倒打一耙，往我们曹家泼脏水！老娘现在就去撕烂他的嘴！娘，现在早就过了宵禁时间，街上有鸡无畏，你现在出去是找死。周家送来那些聘礼，拢共也不值20两银子，我们曹家才不稀罕。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拿30两银子给张梅府，全当是我们曹家把那些寒酸东西买下来了。大武，你一根筋不懂这些弯弯绕绕。现在那周琴贴了文章，咱们若是极好好的去退聘礼，倒坐实了贪财的罪名。明天我让张媒婆拿30两银送去周家，多给10两，这叫财大气粗。看谁还敢说咱们曹家贪图他那20两的寒酸聘礼。娘拿主意便是，儿媳听娘的。我娘那点心眼子真是不多不少，全都用在我身上了。周家下聘又退婚，本就不占理，如今倒打一耙往我身上扣屎盘子，你不去打上门去，居然还巴巴的要给人家送钱赔罪。娘，这件事毕竟因我而起，娘不如把那30两银子交给我。明天我和大哥一起去找张媒婆处理这事儿。那怎么行？你还是个没出阁的小姑娘，哪有让你去找媒婆交涉的道理？娘，现在事情闹得这么大，就算咱们多给了10两银子退回去，外面的人也依然会觉得咱们心虚。我反正也是要嫁出去的，多背点骂名也没什么。可是阿文还要继续在京城念书，以后他还要娶妻生子啊。这死丫头说的也有道理，若是曹家背上贪墨聘礼的恶名，阿文以后可就娶不到好人家的姑娘了。既然这死丫头愿意主动把这黑锅背了，那我何乐而不为？亏你还知道心疼你弟弟，若不是你在魏家跟那大少爷纠缠不清，也不至于惹出今天这样大的麻烦。哟，我当是谁呢？春喜，我原以为你是个本分吃苦的丫头，没想到你仗着在魏家做过几天事儿，到处勾搭野男人，如今还厚着脸皮扣着周家的聘礼不给。我张大娘做了这么多年媒，还真是开了眼界了。大娘说的是，都是春喜不好，给大娘您添了麻烦。不过有一事民女得跟大娘解释清楚。魏大少爷和萧家大小姐，也就是当今贤妃娘娘亲侄女的婚期，就定在2个月后。那日在街上打周先生的那位叶二少爷，其实是因为跟贤妃娘娘的娘家有世仇。我与叶少石少爷不相识，周先生根本误会我了。大娘若是不信，可现在却把周先生叫来，民女不介意带他一起去萧府门前，当着贤妃娘娘娘家人的面，好好问问清楚。大哥，先喝口水，待会儿人来了，你只管站在我身后便是。阿喜，咱们不是来给周家退钱的吗？你怎么倒说的像是想跟周家继续成亲似的？大哥放心，我自有分寸。春喜，我与你之间并无误会，你在街上与别家公子拉扯，乃是我亲眼所见。只要你们曹家把聘礼1分不少的退还，你我就算两清了。周先生，
有时候亲眼所见也未必是事实。那日当街打先生的叶二公子，其实是与魏大少爷有仇。他带走我，不过是想逼我破坏魏家与萧家的联姻。如今这事儿，魏萧两家都已查明。萧老夫人，也就是贤妃娘娘的母亲，还特意赏赐了民女好些金元宝呢。阿琴，这丫头居然还得了萧家的金元宝，看来她清白还在，身价还涨了。要是娶回来，周某并非贪图钱财之辈，我与姑娘脾性不合，姑娘何必要死缠着我不放？先生既然觉得与我脾性不合，当初为何要托张大娘说亲，还要大张旗鼓的去我家下聘？如今先生一句脾性不合就要退婚，我以后还如何嫁人？这狗东西，平白无故戏弄我家妹子，还要写狗屁文章败坏她的名声，圣言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放手，快放手！那聘礼我不要了，退婚书我也不要了，这样你们总该满意了吧？大哥，先放他下来。周先生，您少刚才说了，民女手里有萧家赏的金元宝，并不差你那点聘礼。现在摆在先生面前的只有2条路：第一，先生娶我过门，咱们继续这婚事；第二，先生现在就跟我去梧桐巷，当着街坊邻里的面解释清楚，是先生无故退亲在先，错不在我曹家。然后，先生再把你的聘礼原封不动的带走。好，我去解释，我去道歉。贤侄，你的年纪也不小了，考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才考上秀才，就算能考举人，怕也是要考到40、50岁去。曹家姑娘带着金元宝，人长得俊俏，还会伺候人，你道歉都不肯娶，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吗？就是啊，小周，你们家前脚下配，后脚退婚，本来就不对，你还写文章说人家姑娘的坏话。除了春喜，还有谁愿意这么死心塌地的跟着你这样小心眼的男人？你们懂什么？这个女人的心机实在是太深了。我要是把她娶回家，她大哥那沙包大的拳头随时能要了我的命，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再有翻身之日。不行，我绝对不娶！你们回家等着，我这就叫我爹娘一起去曹家赔礼道歉。糊涂东西，连这么好的姑娘都瞧不上，我看你以后是要娶天仙！春喜丫头啊，你别生婶子的气，之前婶子也是被这姓周的给骗了。你放心，婶子下次一定帮你物色个百里挑一、值得托付的好郎君，那就有劳婶子费心了。阿喜，我的天哪，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咱们1分钱没花，那姓周的居然还要主动上门给咱们家道歉。阿喜，这些年你受委屈了，真是辛苦你了。大哥，我知道你心疼我，但你先别急着哭，周家人还没走远呢。春喜姑娘，你干什么呢？学堂和铺面都有消息了。曹文去清风书院的事，我已经打好招呼。清风书院，那可是京城极好的书院，多谢大人。无妨，今日正逢休沐，正好陪你先回一趟曹家，解决周明退亲之事，再去相伴铺面。各位街坊评评理，曹家可没贪图周家那点聘礼，是春喜丫头想解除误会，好好过日子，是周琴这小子读书读傻了，非要钻牛角尖退亲。就是前手下聘后脚退，周家太不厚道了。沈清渊怎么来了？我在春喜面前说他江郎才尽，克妻无子，他定是来找我算账的。王大娘，千错万错都是晚辈的错，是晚辈心性不定，无故非要退婚，与春喜姑娘毫无关系。求大娘宽恕。既然说清楚了，聘礼还有这细金镯子都在这儿，大娘把婚书还给周先生，咱们两清。大人，咱们去看铺子吧。好。
春喜刚被周家退亲，怎么一鸟头就跟这个俊俏的大官同进同出的？就是，该不会真像周家说的那样，作风不正派？都给老子闭嘴！我妹子是吃你们家饭了，还是穿你们家衣了？你们这么关心她，怎么不自己去地底下先问问我爹愿不愿意娶个小老婆？大武，李叔他们也是关心咱们。你平时在作坊，家里有个事儿都靠邻里帮衬，你刚才也太粗鲁了。而且阿喜确实也有些不知分寸，不然能闹出退亲的误会。那是姓周的眼瞎，哼，不知道阿喜的好。你这孩子怎么跟娘说话呢？沈大人是个大好人，他不仅帮阿文举荐了清风书院，还帮阿喜相看了铺子。娘，你若是还和其他人一样在背后揣测沈大人和阿喜的关系，实在是是非不分，叫人寒心。什么？春喜当真去看铺子了？他要买铺子？自然是真的。若是阿喜相中了，今天就能过户。真是作孽啊！这个没良心的死丫头！之前还说要给阿文出数薪，结果扭头就用私房钱去买自己的铺子，太自私了！这3处铺面我都让人看过了，各有优劣。你若手头紧，我可以借你一些钱，把它们都买下来。不用不用，多谢大人好意。民女买下这槐树街的1间就足够了。民女此前从未做过生意，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天赋，等以后赚了钱再买不迟。槐树街这里离京兆府不过2条街，以后铺子开起来，沈大人下职过来吃东西也方便，安全也更有保障。姑娘好眼光，这槐树街往来商客最是密集，签了这契书，这铺子以后就是姑娘的了。太好了，我不仅重获了自由之身，如今在京城也有属于自己的铺子了。大人，这次多亏了大人帮忙，等过几日大人有时间，民母想在摘星楼请大人吃个正式的饭，好好感谢大人的大恩。我下次休沐再盎酒。那民女过2日就去酒楼预定包厢。大人，您平时有什么特别想吃的菜吗？都可以，我不挑。你会算账看账簿吗？我爹还在世的时候，我跟着念过几年书，认得一些字，但我不会用算盘，更看不懂复杂的账簿。不过大人放心，等开张了，我可以跟着阿文一起学算术，或者自己去买些算术的书来看。我可以教你。可以吗？这会不会太麻烦大人了？我也不会天天盯着你学，只要你学会了如何使用算盘，然后按照我说的方法认真去练习，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处理一些简单的账目。大人愿意教，民女肯定好好学，绝不偷懒。大人，那这一次的请客，民女是不是该改成拜师宴呀？若是能拜沈大人为师，那往后我再给他送吃食便名正言顺了。以后若是哪个不开眼的敢来我铺子里闹事，我也能理直气壮的去搬出沈大人做靠山。不过是闲暇时点拨你几句，用不着行败将铡礼。那往后就请大人多多指教了。好。听说你花了220两银子买铺子，死丫头，魏夫人到底给你封了多少赏银？一出手就是300两。你真当自己是富家小姐了？不管魏夫人给了多少赏银，那都是给我的。娘，您可别忘了，前天您刚立下字据，说以后绝不会再问我要半个铜板。若是娘忘了，女儿不介意现在就叫张叔、李婶他们过来，帮娘好好回忆回忆。你死丫头，那字据分明是你故意设套让我写的，我是你亲娘。我能眼睁睁看着你把这么多钱平白无故的败光？娘，女儿败的是自己的钱，不是曹家的。什么叫你自己的？只要你一天没出嫁，你的银子就全都是曹家的。李婶儿，李婶儿在家吗？哎，我在家呢。春喜丫头，找李婶儿什么事儿啊？没事，
李家妹子，这死丫头大清早叫着玩呢，我这正教训她呢，你忙你的。阿姐，在这里吃饭一定很贵吧？咱们身上有那么多钱吗？娘要是知道咱们来这种地方，回去一定会骂死我们的。放心，有什么事儿自有阿姐在前面顶着。你现在与其担心这个，不如抓紧时间好好回忆回忆这几天辛先生教你的东西。待会儿沈大人来了，可是要亲自抽查你的。大人，您来了，快请坐。学生曹文，多谢沈大人举荐之恩，学生定会刻苦念书，绝不辜负大人的一片苦心。不必紧张，我且考考你，何为温故而知新？很好，你学得很认真。大人，这第一杯，民女敬大人。多谢大人帮阿文解决了学堂的大麻烦。大人别笑话民女，我爹以前是走镖的，常带我跟镖局的叔辈们一起吃饭。民女见得多了，便也学了些敬酒的场面话。令尊倒是个有趣之人。那是自然，民女小时候人小志气大，还没我爹的膝盖高呢，就整天吵着要学骑马。有一次我爹一个没看住，民女就偷偷溜进了镖局的马厩，险些被受惊的烈马一蹄子踩碎了脑袋。后来学了几天三脚猫的功夫，民女便在街坊里称王称霸。我第一个揍的就是我大哥曹武，硬生生逼着我大哥改口叫我女大王。结果当天夜里，民女就被我娘赏了一顿结结实实的猪笋炒肉。沈大人，叶夫人和叶家二少爷叶二在连夜回乡途中遭遇劫杀，一尸两命，事关重大。下官奉命，特来请沈大人速速回署衙主持大局，升堂查案。如此重大的命案，魏大人身为司法参军，不该在酒楼这等嘈杂之处随口张扬。沈大人教训的是，下官受教了。来人，送沈大人的朋友回家。阿姐，青叔，有我青叔在，你们这群狗奴才休想动我家大人一根毫毛！青叔大哥，你快睁大你的大眼睛，好好看看吧。他们要赶的人分明是我和阿文，谁敢动你家那清远侯府的大少爷呀？青叔大哥，沈大人最近要忙叶家的案子，定是顾不上按时用膳。这些饼子便于携带，大人忙起来的时候拿火烤一烤就能吃，你务必带给大人。春喜姑娘真是细心。叶家二少爷和叶夫人在回乡途中遇劫，随行10几人无一幸免，财物被洗劫一空。陛下龙颜大怒，下令半个月内必须破案。如今京兆府上上下下都扑在这案子上了，大人已经1天1夜没合眼了。代我向大人问好，让大人千万保重身体。哟，张大姐今儿个怎么有空登门了？哎呀，我的好姐姐，先前是我被那周琴给折了眼，没看出来那读书人竟然如此小心眼儿，白白委屈了春喜丫头。这些日子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对不住你们，这不，我这次拼了命也得给寻摸一桩顶好的婚事。能有多好？我家春喜如今可不差钱。这次这位柳公子今年才21岁，不仅人长得风流俊雅，更是青州数1数2的富家少爷。柳家说了，只要春喜愿意点头，他们愿意出整整500两银子的聘礼。500两，当真？千真万确。不过柳家也有个条件，柳公子的祖母如今病重，
柳家急着让柳公子在月底娶妻，好回青州老家办婚礼冲一冲喜。春喜怕是要在青州住上2-3年，所以这聘礼给的极高，也算是给春喜的补偿。这死丫头如今脾气大得很，手里捏着银子，还自己买了铺子。她若是嫁去青州，一走2-3年，那她名下在槐树街的那间铺子，可不就得由我这个亲娘来帮忙打理了？到时候那铺子挣的钱，女大不中留。春喜啊，张大姐这次可是诚心实意为你着想，500两聘礼，柳公子定是极疼人的。是啊，春喜丫头，你再信婶子一回。那柳公子如今就在不远处的茶楼等候，你若是见了不喜欢，婶子马上把没钱退给你娘。多谢婶子费心，但我不想远嫁。这怎么能叫远嫁呢？柳公子的家就在汉京，只是祖母在老家养病，回去办婚礼而已。你若不满意，等从青州回来再办一场也是可以的。婶子能记着我，我这辈子都念婶子的好。但我胆子小，不敢去到青州这样远的地方。婶子还是把这桩好姻缘给别的姑娘吧。你这丫头真是死心眼儿！见一面又不会少块肉，你这样平白无故得罪了人，以后上哪儿找人家？我不可能去青州，何必浪费时间去做没有结果的事？娘，我运木料进城的时候遇到官兵搜查，不小心惊了马，被滚落的木料砸到腿。多亏这位柳公子及时送我去医馆包扎，不然我这条腿可能就废了。娘，你帮我好好谢谢柳公子。我的儿啊，你怎么伤成这样了？疼不疼啊？多谢柳公子救了我大哥，这些是医馆的诊费和谢礼，还请公子收下。只是举手之劳，姑娘不必客气。在下有几句话想单独跟姑娘说，能否借一步说话？我家是做桐油生意的，4年前我到魏家送油的时候见过姑娘，那时候姑娘给了我1碗甜水喝。4年前我只是在魏家厨房干活的粗使丫鬟，给许多送货的人送过甜水，实在是不记得公子了。世人都觉得商贾低贱，我本也因此自轻自卑。可那日喝了姑娘给的甜水，听着姑娘温柔的话语，我才挺直了脊梁做人。公子误会了，给魏家送东西的人都会有1碗甜水，公子并非特例，而且那也不是我心善，是魏夫人仁慈。不只是因为甜水，那天姑娘看我的眼神也很不一样，就像是天上的星星。春喜姑娘，我心悦你很久了，我知道你买了铺子想自己做生意，我可以教你，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留在青州的。多谢柳公子美意，不过我已经有师傅教了，不用麻烦柳公子。柳公子真是太客气了，天天来看大武，还送这么多贵重的东西，老婆子真是不知该怎么谢你。大娘客气了，大武哥受伤时正巧被晚辈遇见，晚辈既然送他去了医馆，自然也该多来探望几回。告辞。你冷着张脸给谁看呢？柳公子对你大哥有救命之恩，还天天送这么多好东西，你倒好，端茶倒水都不会，这就是你在魏家学的规矩，连这样的金龟婿女都看不上，你真当自己是天仙下凡了？娘，柳公子救的是我，该报答的人也是我，你平白无故冲阿喜发什么火？你个没脑子的，你的腿伤得这样重，她是你亲妹妹，难道不该帮你谢谢恩人吗？不该，阿喜为这个家做的已经够多了。柳公子人虽然好，但他月底就要去青州办婚礼，还要在那里住上几年。我如今腿废了，没法陪阿喜一起去。万一阿喜去了青州被他家里人欺负，谁来给他撑腰？这门亲事，我绝对不同意。你凭什么不同意？你也不撒尿水照照自己，你能帮他找到比柳家更好的夫郎？哼！再说了，你妹妹又不是个傻子，她能从魏家的粗使丫鬟一路爬到魏大少爷的贴身丫鬟，心思多着呢，还能白白让人欺负了去？
我绝不信什么甜水结缘、魂牵梦绕的鬼话。柳风元执意要花重金娶我，偏偏在这个时候，一直能护着我、能跟着我外出的大哥被滚木砸断了腿，而能帮我撑腰的沈长氏，又因为叶儿的命案忙得脚不沾地，根本顾不上我。就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在拼命地将我推离汉境。这背后的始作俑者，究竟是高高在上的魏家，还是萧家？娘，今天怎么突然做了这么多好吃的？可是有什么喜事儿？春喜啊，来多吃点肉。你和柳公子的亲事，娘已经替你答应了。张媒婆连聘礼都送来了。今天是阿喜的生辰，娘怎么不早点提醒我？我都忘记准备礼物了。自打10岁卖身进魏家做奴才，我已经有8年不曾正经经过生辰了。看什么看？你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就算你离家再久，你的生辰我总归是记得的。你这孩子，从小就喜欢抢东西，仗着你哥疼你，每次都抢你大哥的长寿面吃。我不爱吃面食，以后我的长寿面全都还给阿喜吃。你小时候可爱尿床了，还爱哭，整天折腾的我腰酸腰痛。生完你，我还没出月子，整个人就瘦了一大圈儿。我记得阿喜小时候跟着爹习武，可厉害了，连我都打不过你。那时候附近几条街的小孩都得认你做女大王。阿喜，大哥对不起你，都怪大哥没用，没脑子，不能赚钱，才害得你那样厉害的女大王卖身进魏家当了奴才，受了那么多委屈。你别忍着了，跟大哥一起痛痛快快的哭一场吧。大哥，我知道你心疼我，但你先别把鼻涕蹭我衣服上。父郎和妹妹以前真是受了太多苦了。阿喜，别怨娘，娘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娘，你到底还瞒着我什么？昨晚那碗安神汤味道不对，娘，你到底还是把我送出来了。柳公子，阿喜只是昨夜没睡好，喝了安神汤才睡沉了。等他醒来，你好好跟他说，他这孩子吃软不吃硬。大娘放心，只要春喜姑娘跟我去了青州，我定会好好待她。阿喜以后嫁去柳家，吃穿不愁，总比留在京城惹祸强。她以后会明白我的苦心的。人带出来了。回大少爷，已经带出来了。只是春喜姑娘醒后，若是不肯随我去青州，该如何是好？告诉他，他的娘、兄长、弟弟都在京城。他若安分，他家人平安；他若不安分，本少爷有的是办法让曹家寸步难行。可是春喜姑娘如今救过沈长史，萧家也护着她。哼，沈清渊护得了她一时，护不了曹家一世。等他到了余县，自有人接应。你只管按本少爷吩咐行事。拿着。路上若遇盘查，出示此牌。是。魏灵泽，你果然疯得彻底。春喜姑娘，你也别怪我，柳家得罪不起魏家，我也是身不由己。身不由己，便能助纣为麻。你什么时候醒的？
从你们在我家门口接人的时候。春喜姑娘，我真的没有害你之心，是魏大少爷逼我的。这话你留着日后去官府说。柳公子，你这条命我不取，但今日之事我记下。若你柳家再敢动我家人半分，我便拿着你的贡旗和魏家腰牌，去京兆府，去萧府，去日前击鼓鸣冤。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最好如此。还想在客栈解堵姑奶奶，炸不死你们！别怕，是我。大人，你受伤了。抱歉。爷，有人来了，别这样，人家害羞嘛。走，我们去。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死在这儿啊！不然民女有1万张嘴也说不清了。我不会死的，只是一点小伤而已。别怕，你转过身去，我自己处理。都到生死关头了，你就别在这逞强了。这还叫小伤？再流一会儿血，大人就该去阎王殿喝茶了。大人，你左胸上面有一颗痣。你睡床，我睡地上。这种时候，沈大人就别跟民女客气了。以前在魏家当奴才守夜的时候，民女也是睡在榻上的，打个地铺算不得什么。你怎么会在密县？大人，您是不知道那魏灵泽有多卑鄙无耻。从柳逢玉天天来我家送礼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儿。本以为是魏夫人或是萧夫人容不下我，结果绕了这么大一圈，竟然是魏灵泽那王八蛋想逼我给他做见不得光的外室。他还有不到2个月就要迎娶萧家大小姐了，却想用这种下作手段毁我清白。要真让他得逞了，民女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春喜在魏家时逆来顺受，离开后却如鱼得水，如此夺目，也难怪魏灵泽执意要将春喜锁在身边。你回去后打算怎么做？胳膊拧不过大腿，民女无权无势，能拿那魏家大少爷怎么办？民女现在只希望我爹能在九泉之下显灵，劈了魏家的祖坟，警示一下这不肖子孙。你今天救了我，却不问我为什么被人追杀，也不问我为什么不去官府。沈大人来这儿肯定是为了破案，民女一介草民，什么都不懂，反正民女听大人的就行。叶家母子是被人买凶杀害的，那些杀手并未急着逃离，反而故意留下线索引我前来。他们的目的是想将我彻底截杀在这密县。我的妈呀，沈大人，您不是刚教训过魏灵泽说人命大案不能在外面随便说吗？现在怎么全往外倒？这是我一个平头老百姓能听的秘密吗？官家子弟被劫，牵扯10余人命，只是可以让陛下震怒的大案。但如果连代表朝廷办案的官员都被劫杀，那这桩案子性质就完全变了。大人的意思是，如果大人死在这里，这案子不仅能惊动朝野，甚至还会有更厉害的人来接手。大人，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那些杀手还会追来吗？咱们要不要连夜赶路回京？不必，只要让他们相信我已经死在明县，我们就是安全的。而且幕后之人才会真正放松警惕，浮出水面。好，大人吉人天相，定能逢凶化吉。去，把这些银子拿好。进城后直接去母县县衙，就说你在城外山上看到了大量血迹和京兆府官员的官服，听懂了吗？姑娘放心，小人明白。天爷呀！沈清渊这一死，陛下今日在早朝上将满朝文武骂了个狗血淋头。10天，本官上哪儿去破这人命大案？这分明是要本官的项上人头啊！府尹大人不必惊慌，这是下官这几日整理的关于叶家命案的所有线索。
只要大人给下官权限，10天之内，下官定能将真凶缉拿归案。好，好，好！小薇，你可是上过战场、杀过敌的，有你出马，本官100个放心。需要什么你只管提，本官都准了。只有一点，万不可冒险，保护好自己。承蒙大人看重，属下定不负大人所托。公子，木县那边传来消息，我们的人没有在客栈接到春喜姑娘，而且柳逢贵和车夫也凭空不见了。大嫂啊，你说我们家渊儿年纪轻轻，怎么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在明县没了呀？这清远侯府可怎么过呀？沈清渊的尸体一日未找到，你这毒妇便少在老婆子面前哭丧，滚出去！沈清渊不过是清远侯府的庶子，萧老夫人为何会对他这般紧张看重？最近京兆府不是很忙吗？魏郎怎么有时间来找我？沈长史查案时出了意外，如今府尹大人命我全力彻查叶家命案。接下来的日子，我怕是会忙得抽不开身，便提前来看看你。方才我路过前院，听到老夫人发了极大的火，连清远侯夫人都被训斥了。老夫人似乎对沈长史非常重视。祖父生前非常疼爱小姑，我命走得早，祖父便将对姑祖母所有的疼爱都转到了沈叔叔身上。祖母向来与祖父琴瑟和鸣，自然是爱屋及乌，对沈叔叔也格外重视些。阿姐，天大的好消息！那个叫春喜的下贱丫头嫁给了一个富商，已经动身去青州啦。以后她再也不会留在京城碍阿姐的眼了。月儿，你又胡闹！我不是不让你插手这些事吗？阿姐先前只说不许我派人监视姐夫，可没说不让我盯着那个心机深重的丫头。那春吉长相平平，行事还那样粗鲁，连阿姐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想必姐夫很快就会把她忘得一干二净。阿姐不必介怀，我不会介怀，你也别再花心思在这些事上了。若是传出去，与你名声不好。别人知道才好呢。我脾气差，谁敢让阿姐受半点委屈？我定要替阿姐100倍的讨回来。那个该死的老东西，竟然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打我耳光！夫人息怒，萧老夫人毕竟辈分高，咱们惹不起啊。在萧家，我拿他没办法。难道回了清远侯府，我还要看他的脸色？来人，马上在府里给本夫人挂起白幡，设起灵堂，对外就说沈长史公干遇害，清远侯府今日起为大少爷操办后事。可是夫人，大少爷的尸首还没找到。蠢货，官府都找到满是血的官服了，他还能活得成？赶紧去办！本夫人要让全京城都知道沈清渊已经死了。我就知道那个毒妇没安好心，渊儿的尸口一日未找到，他便急着在侯府设灵堂。他这是巴不得渊儿死透了，好让他的亲生儿子尽息世子之位。老夫人息怒，千万保重身体。沈大人在京兆府办案多年，身手不凡，定能遇难成祥的。可官府送回来的官服上全是血，腰腹处还被划了那么长一道口子，他就算活着，怕是也受了极重的伤啊！老夫人，大喜大喜啊！快把人给我请进来！沈大人，对不住了，事从权急。大人，您醒了，快坚持一下。
您在发高烧，民女把药熬好了，喝完药您再睡。这药挺贵的，良药苦口。哎，喝了药很快就能好起来。你给魏灵泽也是这么喂药的吗？差不多吧。他那时候整个人都动弹不得，脾气又硬，不让别家丫鬟近身，只能民女亲自扶着他喂。不过大少爷最讨厌吃甜食，每次熬药，我都会去厨房要一些蜜盼，最后全进了民女自己的肚子。谢谢。大人，民女刚才出去打探过了，县太爷已经派了差役在四处搜寻您，也在全力追捕那些行刺的杀手。咱们现在住在这家偏僻客栈，应该是安全的。大人快合眼多睡会儿，好好养养身体。民女今晚就在这儿守着，有什么事您随时叫民女。春喜，你这次虽然用计逃了，但以魏灵泽的性子，他绝对不会轻易放弃。他是魏家大少爷，有的是办法，让你这辈子都嫁不出去。是啊，胳膊拧不过大腿，魏灵泽只要勾勾手指，就能让媒婆和夫家退避三切。我若想安生过日子，必须得找一个身份高贵、能跟魏灵泽抗衡且愿意娶我的夫郎。大人，民女多嘴问一句，青叔大哥可曾有了婚配？你喜欢青叔？谈不上喜欢，只是民女眼下的处境有些不妙。若是青叔大哥没有婚配，又愿意考虑我的话，成婚后有大人这层关系，魏大少爷就算想乱来，也得掂量掂量。我们也可以慢慢培养感情啊。以我现在的情况，青叔暂时不会考虑婚事。大人伤成这样，青叔大哥自然是无心谈情说爱的。等大人回去以后，身体好一些，可以再……我身上的伤不算什么。我现在是个官夫，克死了2任妻子，膝下并无子嗣。当主子的克妻无子，做奴才的却夫妻恩爱，儿女绕膝，在古代确实不太妥当。看来青叔大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实在不行，只能厚着脸皮去求萧老夫人收留我当个干饭婢女了。就是可惜了我那间还没开张的铺子。你救了我一命，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无论什么要求都可以。你想求我庇护，不必拐弯抹角打青叔的主意。不打青叔大哥的主意，难道打大人你的主意？我不介意。我不介意你打我的主意。大人，小人来迟了，都怪小人没有保护好你。大人，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闭嘴，我还没死。青叔大哥哭起来的样子，怎么跟我大哥曹武一模一样？他该不会是我爹流落在外的私生子吧？大人，小人把大夫请来了。清远侯夫人莫氏在汉京正大张旗鼓地给沈大人办丧事，沈大人身边却能凭空多出这30个身手不凡的私兵，看来这位沈大人的水深得很。你先上。大人，小人现在帮您把腰上的伤口重新换个药。不必了，伤口在客栈已经包扎过了。那怎么行？外面那些土大夫包扎的，小人可不放心。而且他们用的药定然没有李太医配的好，换了药，大人才能好得快些。春喜姑娘，小人要给大人脱衣换药，多有不便，姑娘还是先坐到外面的车阁上去吧。
这蠢货！本官腰上的伤，就是春喜亲手剥光了包扎的。你现在让他去外面吹冷风，你不用动了，回京再换。现在就这么坐着。官爷，小人认得这画像上的姑娘，她昨日傍晚和一位俊俏富贵的郎君一起来办的入住，刚刚才退房离开呢。走的时候，外面来了20-30个身手了得的汉子，把他们接走的。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回官爷，那男人登记的名字叫柳逢源。柳逢源，你好大的胆子！本少爷让你带他走，你竟然敢私拐本少爷的女人逃跑！公子，咱们现在可怎么办呢？咱们被那姑娘脱了衣服丢在路边，刚一进城就被差役当成伤风败俗的暴露狂给抓进来了。这里面的犯人天天打我们。慌什么？魏大少爷的人在客栈没接到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不对劲，一定会派人来衙门救我们的。咱们安心等着就是。魏大少爷那桩买卖本就见不得官，他怎么敢明目张胆地派人到官府大牢里？大人，这会儿清远侯府肯定因为丧事正乱着，民女在这儿下车，自己走回家就行。大人不必管我了。本官不回清远侯府。大人不回侯府，还能去哪儿？这些护卫都是萧府的人。回萧家？沈大人要去萧家养伤，太好了！我正愁找不到机会去求萧老夫人庇护。我若是能以沈大人的救命恩人的身份住进萧家，不仅能顺理成章地求得老夫人的保护，甚至还能借着萧家的事反击魏灵泽那个疯子。大人，民女仔细想了想，民女可是大人遇刺一案的重要人证，民女还是贴身跟在大人身边，随时等候大人传唤的好，免得耽误了案子。春喜，大人，民女在呢啊！大管家，大人的伤口还流着血呢，让民女来扶着。民女力气大，熟悉大人的伤情。好孩子，你做得很好。渊儿，你且在萧家安心养伤，老太婆在此保证，在这京城没人敢再动你们半根毫毛。那京兆府都是些酒囊饭袋案子，都让你一个人去扛。上次被人当街砸臭鸡蛋，这次更是险些连命都丢了。老婆子今日定要让大少爷写折子，好好去陛下面前参那京兆府尹一奔。害我的人是叶家买动的杀手，与李明德无关。老夫人何必迁怒于他？你们都先下去。老婆子要跟渊儿说几句话。你留下，不用走。若是没有你，本官早就死在明县了。渊儿，你跟舅娘说实话，此番当真是强盗流寇所为，还是有人故意要害你？若我死在木县，叶家灭门一案便成了无头悬案。如今朝廷限期破案，若有人能破此大案，至少能连升2级。渊儿出事，陛下点名让魏灵泽查办此案，一旦破案，这天大的功劳便是魏灵泽的。魏家与萧家婚期将近，若魏灵泽当真是为了抢功而对渊儿痛下书手，这不仅是欺君，更是断了魏萧两家的后路。
你现在受着重伤，安心在府里养伤便行。其余的事，朝廷自然会查个水落石出。春喜姑娘救了渊儿，又是此案的重要人证，本夫人已经命人拾掇出一间干净的院子，姑娘这几日便安心在萧府住下，如何？民女多谢老夫人收留，那民女这几日便叨扰了。姑娘生得好，配上这白玉簪和翡翠耳坠，瞧着真像是个大家闺秀呢。替我多谢老夫人，这些衣服首饰我很喜欢。韶儿姐姐，咱们去给老夫人谢恩吧。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跟他扶伤去了青州吗？民女春喜见过萧二小姐，二小姐息怒。春喜姑娘是沈长史的救命恩人，老夫人特意吩咐要留春喜姑娘在府上暂住，还吩咐府里上下务必将春喜姑娘封为上宾。沈清渊的救命恩人，这个贱妇怎么摇身一变成了沈清渊的救命恩人了？她不是嫁人了吗？这里面肯定有鬼。他一定是回来纠缠姐夫的。春喜，你给我等着，本小姐绝不会放过你。老夫人可是觉得头疼？老毛病了，最近心事重，确实头疼的厉害。民女在魏家时跟着太医学过几手针灸和按摩穴位的手法，若是老夫人不嫌弃，民女帮您按按。好，你试试吧。按得不错，春喜姑娘，你且跟老太婆说说，当时在糜县，你究竟是怎么遇上渊儿的，又是怎么救下她的？民女那日出城，正巧碰到满身是血的沈大人被杀手追赶，大人伤得极重，根本无力查案。民女见形势危急，赶忙扶着沈大人逼进客栈，又按照沈大人的吩咐，在城外伪造了他遇害的假象，这才瞒过了那些个穷凶极恶的歹徒。然而当时受了重伤，还被那么多凶残的杀手追杀。你一个没出阁的姑娘，跟在他身边，难道就不觉得害怕吗？沈大人是为国为民的青天大老爷，老天爷一定会保佑他的。大人平日里破了那么多冤案，不知积攒了多少福德。民女倒觉得，自从遇到沈大人，民女自己的运气都跟着变好了呢。那你一个姑娘家，无端端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明县呢？不瞒老夫人，民女其实是在逃婚的路上，碰巧遇到沈大人的。逃婚？民女离开魏家后，得了大夫人的赏赐，民女分了许多给家里，还用剩下的钱为自己买下了一间铺子。本想着以后自食其力，谁曾想民女的亲娘为了霸占民女名下的铺子，竟然不明要将民女迷晕，连夜将民女强行送上马车，要远嫁去青州做妾冲喜。民女醒来后得知真相，又痛心又震惊。民女不愿妥协，这才找机会打晕了那柳公子和车夫，抢了马车，逃到了木县。你倒是个性子烈的。那后来呢？民女此番逃婚，得罪了柳家，更得罪了柳家背后的势力。民女斗胆挟恩以报，求老夫上大发慈悲，能庇护民女，让民女能在这京城里。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夫郎？安安稳稳的择一位值得托付的寻常夫郎，好好过日子。民女如今已经是老姑娘了，以前干的又是粗活，民女不敢挑剔。贩夫走户也好，耕夫屠户也罢，只要那人长得过得去，是个踏踏实实愿意和民女过安生日子的就行。你为了救渊儿，在客栈不惜亲自为她拨医换药，有了皮肤之亲。我瞧着渊儿这些年冷淡，
今日待你却大有不同，你便没想过打他的主意？老夫人明鉴，民女只是个低贱的丫鬟，如何敢肖想沈大人？老夫人，这话可不行说啊！民女是什么身份，沈大人又是什么身份？过去3年，民女天天帮魏大少爷端屎端尿，若按肌肤之亲算，民女早就没法做人了。老夫人误会了，沈大人只是听闻民女被家里逼着远嫁，十分同情民女，所以才在人前表现得对民女看重一些。唯有如此，民女才能靠着这份救命之恩，斗胆来求老夫人的庇护。好孩子，起来吧。既然你救了渊儿，在这萧府便安心住下。启禀公子，刚刚查到了，那日在客栈带走春喜姑娘的，并非柳逢元的人，而是萧家的亲卫。萧家亲卫，萧家出动亲卫来木县，不是为了沈清渊，还能为谁？春喜啊春喜，你当真以为沈清渊那个在京丈府10年都未升迁的废物能护得住你？你以为跑去萧家，本少爷就拿你办法了吗？我们婚期将近，你若敢把我要你当外室的事情捅出去，萧家和魏家为了粉饰太平，第一个要死的就是你。行舟，召集所有人马，连夜赶回汉京。本少爷给足了春喜体面，既然春喜不肯要，本少爷就一寸寸打断春喜的骨头。老夫人，春喜姑娘，不好了！魏家大少爷魏参军来了，正带着京兆府的官差在沈大人的院子里点名要抓春喜姑娘呢。魏灵泽，你的动作倒真是够快的。魏臣君，春喜姑娘是本官的救命恩人，你带人围了本官养伤的院子，是何居心？沈大人被杀手追杀，危急关头，此女却突然出现在木县，实在是蹊跷至极。本官身为京兆府司法参军，怀疑她与劫杀叶家、行刺沈大人的杀手有所勾结，特来带她回京兆府仔细审问。魏大少爷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领，民女今日算是开了眼界。昨晚睡得可好？多谢大人关心，民女昨晚睡得踏实极了。大人的高热今天可退了？还有一点，你不碍事儿了。民女就说大人吉人天相，菩萨定会保佑您的。春喜，过去3年天天伺候本少爷，对我嘘寒问暖的人是你，你早就该是我的人了。如今你跟沈清渊才认识几天，竟敢当着本少爷的面这般眉目传情。民女见过魏参军。废话少说，破案要紧。这个与案犯勾结的嫌犯，本官今日必须带走。沈大人，你这是要包庇嫌犯，阻挠公办吗？魏大人，不管是京兆府还是大理寺，办案皆要讲究大招律法。春喜姑娘在危难之际救了本官，又悉心照料。魏大人只凭一己之私，一张红口白舌，便想带走本官的救命恩人，这是哪条律法规定的？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大半夜的，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明县，还恰巧救了沈长史。沈大人，你觉得这不可疑吗？不奇怪，她是自由身，不是任何人的奴才，去哪儿是她的自由。如今，本官欠她一条命。魏大人若拿不出真凭实据，今天在这萧府，谁也别想动他一根毫毛。我的天，沈大人此时简直在发着圣光的感觉吗？简直是太爽了！沈大人放心，以后你就是我的大恩人，就算你以后落了难，需要托孤什么的，我绝对豁出命去帮你养孩子。若本官
今日非要带他走呢？别怕，他不敢动本官。魏郎，不可以！魏郎，这是萧家，沈长史更是我的叔辈，你怎能刀剑相向？该死的，在这萧府，老夫人和萧清河都护着他，本少爷当真不能拿他怎么样。一个10年来碌碌无为的废物，到底凭什么跟我抢女人？大少爷，不好了，出大事了！发生什么事了？大少爷，魏家祖坟那边出事了，老太爷目前的旧墓道塌了，塌出一只封着火漆的铁匣子。巡防营和宗正寺的人都到了，说要请大少爷立刻回去问话。宗正寺、巡防营，他们为何会去魏家祖坟？小的也不知道，只听说有人递了密报，说魏家旧墓道里藏着当年北京军械案的物证，如今墓道一塌，东西全露出来了。沈清渊，是你！魏参军慎言，本官伤重在榻，去不得魏家祖坟。只是若魏家清白，自然不怕查。大人，魏家祖坟的事，当真不是您让人挖的？本官是朝廷命官，不做盗墓毁坟之事。那怎么偏偏这时候塌了？魏家旧墓道年久失修，本就有坍塌之兆。只是从前有人压着消息，不许外人靠近。本官不过是让人把该递的密报递给了该管的人。所以是他们自己藏的东西见了光？做过的事，早晚会留下痕迹。沈大人，从今天开始，谁说您不好，我第一个不答应。我知道魏郎最近破案压力很大，但祖坟出事非同小可。越是这种时候，魏郎行事越要谨慎。放心，不会有事的。等我来取你。魏郎刚才明显是为了那个春喜，才对沈叔叔剑拔拳中的。若是我没有及时赶到，魏郎手里的剑是不是真的会刺进沈叔叔的身体？拔剑那一刻，他可曾有一刻妒忌过我，妒忌过我们萧家。魏灵泽老太爷的坟给炸了。之前在余县客栈，我确实说过希望我爹显灵批了魏家祖坟的话，可我爹死后，我暗戳戳的给他告了不计数的状，也没请我爹显灵过。难不成是这位沈大人？应该不会吧？沈大人可是最讲律法、最正直的青天大老爷，怎么会干这种偷偷炸人家祖坟的事儿呢？不必猜了，是我让人干的。阿姐，你竟然还有心思看账簿？现在外面关于你和姐夫的谣言都传成什么样了？不过是些流言蜚语，说我和魏郎八字不合，刻得魏家祖坟都炸了。云氏夫人今日不是已经派人送了厚礼来致歉，表明魏家绝无偏见吗？你又何必动气？好端端的，谁会吃饱了撑的去炸魏家的祖坟？依我看，定是那个叫春喜的狐狸生干的。他就是巴不得拆散你和姐夫，好自己上位。春喜姑娘这几日一直住在咱们萧府，之前更是和沈叔叔在一起，她哪来的时间去御县？更何况魏家祖坟守卫森严，她一个弱女子如何能避开耳目，用火药炸坟？许是有人在暗中帮她呢。算了，小表叔向来为人冷僻，最讲律法，他怎么可能帮那狐狸生干这种缺德事？不过阿姐，春喜连负伤之子都不肯嫁，宁可逃婚也要留在京城，分明就是想伺机接近姐夫。魏郎最艰难、最痛苦的那3年，都是春喜姑娘陪着他熬过来的。魏郎若非要给他一个名分，其实
也无可厚非。阿姐，你在胡说什么？你怎么能甘心跟这种下贱的丫鬟共侍一夫？姐夫出事之前对你有多好，大家都看在眼里。若不是姐夫贪了3年，那粗鄙的婢子连给你提鞋都不配。好啦，我不过是随口一说。人家春喜姑娘不是已经离开魏家，还找了张媒婆相看婚事吗？就算我不介意，人家也未必愿意给魏郎做妾呢。她凭什么不愿意？难道她还想倒反天罡压阿姐一头不成？姐夫之前可是当着咱们全家人的面立下重誓，此生绝不纳妾。是，你姐夫最爱的人只有我，所以你以后能不能对沈叔叔的救命恩人稍微客气一点？客气？我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对那狐狸精客气。那个春喜如今仗着救了沈叔叔，连祖母都高看他一眼。本小姐偏要让他在太子哥哥面前出丑。二小姐想如何？太子哥哥今日来看沈叔叔，你去找一根最粗最脏的麻黄来，等他来了，我就说他会舞鞭，让他当众献祭。他若舞得难看，自然丢脸；他若不舞，就是抗太子的性质。奴婢这就去办。去库房找一根最粗最旧的麻绳，越难看越好。二小姐待会儿要用。好，明白。昨儿个陪萧老夫人吃得太撑，今日早上又硬撑了一屉蟹黄包和2个花卷，这下可好，及时的厉害。姑娘脸色不大好，喝点热茶缓缓吧。若还不舒服，奴婢就去请府医。多谢姐姐。舒服多了。春喜姑娘，太子殿下来东院看望沈大人，指明要见姑娘，还请姑娘速速过去。太子殿下要见我？你便是救了沈长氏的春喜。回殿下，民女不过是碰巧遇上，不敢鞠躬。太子哥哥，春喜姑娘可不只是胆子大，她还会舞呢。祖母寿宴那日，她拿一根麻绳舞得虎虎生风，连护院都近不了身。哦，竟有此事。萧二小姐，你这是非要给我送钱啊？既然殿下有兴致，民女献出去。民女春喜叩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不必多礼，起来吧。本宫听闻沈家日前遭劫，是你护主有功。喝了下了整包巴豆粉的茶，你这狐狸精怎么还没反应？等会儿看你在太子哥哥面前拉裤子，看你还有没有脸留在萧家勾引男人。这萧二小姐到底在憋着什么坏水？难不成这太子的赏赐是个套？好一个有胆有势的丫头！本宫原本以为沈长史是一尊铁佛，没曾想今日竟然栽在了你这般机灵的小姑娘手中。本宫听闻你最是爱财，本宫今日便赏你黄金300两，如何？民女叩谢太子殿下天恩，太子殿下英明神武，爱民如子，殿下的恩德，民女此生定没齿难忘，结草衔卵以报。这不挺顺利的吗？不仅没倒霉，还白得了300两黄金。萧清月，你到底在等什么？太子哥哥有所不知，这位春喜姑娘不仅心思机敏，更是武艺不俗。之前在祖母寿辰上，春喜姑娘还亲自舞了一场鞭子，为祖母贺寿呢。哦，
是吗？本宫倒是不知，大理寺审常使的恩人还有这等身手。那民女献丑了。春喜姑娘，你多展示几招呀！太子殿下还没看够呢。寿宴那日，你不是舞了挺久的吗？看在300两金子的份上，姑奶奶今天就让你看个够。好，不错，春喜姑娘身手不凡。来人，看赏。本宫不白看你的表演，这玉佩赐你了。谢殿下赏赐。民女叩谢太子殿下恩典，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墨玉，这怎么回事？这都过去多久了？这狐狸精怎么还没反应？奴婢分明亲眼看着他喝下去的呀，怎么会没反应呢？太子哥哥，他……好了，清月，姑知道你热心，想帮你沈叔叔的救命恩人多多讨赏，但姑今日微服出宫，身上就带了这些，你总不能让姑把随身的储君私印也赏给他吧？清月不敢。姑与沈大人还有军国绕事相让，你们先退下吧。民女告退。多谢二小姐刚才在太子殿下面前帮民女美言讨赏。呸！谁想帮你讨赏了？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问你，大夫分明说巴豆溶于水中无色无味，你到底是怎么发现茶水里有药的？果然是巴豆。这位二小姐竟然想让我在太子殿下和沈大人面前拉肚子出丑，真是最毒妇人心。要不是我今天恰巧积食吐了个干净，今日怕是真要身败名裂了。二小姐有所不知，民女天生嗅觉比常人敏锐，在魏家伺候大少爷那3年，为了给大少爷煎药，民女早就识遍了天下的药材。任何药粉，只要往民女鼻子下一放，民女便能闻出个1、2、3、4来。好啊，你早就知道茶里有药，你刚才还故意用那种疑惑的眼神看我，诱使我帮我讨赏，你这个女人简直太不要脸了！明明是二小姐先要下药害我。再说了，民女是凭本事得的太子殿下的赏赐，一没偷二没抢，怎么就变成民女不要脸了？你以下犯上勾引我姐夫，你就是不要脸！二小姐，民女斗胆问一句，民女比大小姐漂亮吗？你平时不照镜子的吗？我阿姐比你好看1000倍、10000倍。那二小姐觉得民女比大小姐温柔，比大小姐有奇情吗？怎么可能？我阿姐饱读诗书，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操理家务更是井井有条，你凭什么跟我阿姐比？那二小姐觉得魏大少爷和满京城的世家公子眼睛都瞎了吗？你什么意思？既然大家眼睛没瞎，自然知道我阿姐是天上的仙女，而民女不过是地上的泥巴。民女既然威胁不到大小姐，二小姐又何必自降身份，天天跟民女这个泥巴过不去呢？你这个牙尖嘴利的狐狸精，你气死我了！这萧二小姐还真是不折不扣的送财童子啊！渊儿，穆县遇刺一事，你心中可以有数。那些杀手若只是为叶家母女灭口，得手后便该远走高飞，可他们故意留下线索，引我前往穆县，目的不是逃，而是杀我。杀朝廷命官比叶家命案更重，他们是想把事情闹大。是，若我死在玉县，叶家案会变成一桩震动朝野的大案，届时谁能接手此案，迅速破案，谁便能立下大功。魏灵泽，他最有动机，也最急需这份功劳，但现在还缺能定罪的铁证。你想怎么做？暂不惊动他，让他以为自己已经掌控局面，继续查叶家案。只要他继续动，就一定会露出马脚。微臣要的不是猜测，是能呈到御前，让他无从抵赖的证据。你要权限，微臣需要调阅京兆府巡防营兵部旧档，
以及御史台近10年弹劾魏家的密谍，孤会给你一道手令：自今日起，御史台京兆府巡防营涉及叶家案与穆县刺杀案的卷宗，你皆可调阅。若有人阻拦，便是抗旨。臣谢殿下。渊儿，孤知道你向来不争，但这一次，你若真能查清此案，孤会在父皇面前为你请功。你不该一辈子困在京兆府。臣求的不是升迁，是能护住该护的人，也能让该伏法的人无处可逃。该护的人是那个叫春喜的姑娘。是。孤倒是难得见你这般坦诚。臣心悦她，绝非一时兴起。渊儿啊，听到你遇刺的消息，母亲急得这几天几夜都吃不下睡不着，眼睛都快哭瞎了。今日亲眼瞧见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菩萨保佑，不然我日后下了九泉，可怎么有脸去见你死去的亲娘姐姐呀？是吗？可本官怎么听闻，母亲早在几日前便在清远侯府里为本官设好了灵堂，挂满了白绯，就差给本官立一处衣冠亭了。母亲这般哭天喊地，难道不是在遗憾本官竟然没能死在明县吗？渊儿，你怎么能这般误会母亲？这些年我可是一直把你视如己出啊！你查案遇袭，下落不明，母亲在家里急得寝食难安。若不是为了给你祈福，母亲也想随你去了呀。是啊，大少爷，夫人得知你无事，现在还发着高烧呢。大少爷不体谅夫人的苦心也就罢了，怎能用这般诛心的话来伤夫人的心？这若是传扬出去，别人定会说大少爷忤逆不孝的。夫人疼惜大少爷，特意命人把大少爷在侯府里的日常衣物和摆件通通收拾好了带了过来。大少爷在这萧府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必顾虑侯府。逆子，这萧家大门大户，马上又要嫁亲孙女，你天天赖在这里不走，背地里不知被嫌弃成什么样呢？我今日把你的东西都带过来，看你日后还有什么脸面回我清远侯府。混账东西，谁给你的胆子，敢在萧府对主子这般大放厥词！哎呀，夫人救命！求老夫人饶命啊！慢着，嫂嫂，她是我清远侯府的陪嫁丫鬟，代表的是侯府的脸面，嫂嫂无权在萧府处置我的人。她在萧家辱骂渊儿，目无尊长，本夫人今天便是打死这老狗。你清远侯府又敢奈我何？老奴知错了，求老夫人饶命！大少爷，求大少爷救救老奴！把嘴堵上，拖到外面，打足30大板，丢出萧府。好孩子，今日伤口可还觉得疼？多谢舅母关心，不疼了。不疼也得给老婆子在府里好好将养着。你放心，这东院就是专门为你备着的，在萧家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清远侯夫人，你还赖在这儿做甚？难不成还指望老婆子留你吃午膳吗？还不快滚！老不死的东西，今日之耻，本夫人日后定要你10倍、100倍的偿还。把车停过去，把那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带过来。找女儿？你女儿是谁？在萧府干什么？民妇的女儿叫春喜，就是那个救了京兆府沈大人的丫头。
春喜，竟然是那个勾搭沈清渊的下贱丫头。萧老太君不是护着那个小畜生吗？若是让这个名声尽碎的粗鄙丫头做了沈清渊的续旗，那清远侯府和萧家可就彻底沦为京城的笑柄了。听着，老娘给你3天时间，想办法让你女儿求萧老夫人做主，嫁给沈清渊做续旗。你若敢不办，老娘有100种方法，让你那个在木料厂做工的大儿子死无全尸。启禀老夫人，春喜姑娘的母亲王贵卿在府外求见，请她到松鹤院来。听说这位春喜姑娘日日都来陪祖母用膳，祖母对她的喜欢恐怕都要超过月儿了。这是说的什么傻话？祖母难道还不够疼你？祖母自然是最疼爱月儿了，月儿也最喜欢祖母啦。民妇王贵秋拜见老夫人。这个狐狸精怎么这个反应？难道他以为抱上了沈叔叔的大腿，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能不认了？真是冷血。亲家母不必多礼，起来说话吧。阿喜，你还好吧？听说你和沈大人在路上遇到了杀手，有没有受伤啊？女儿没有受伤，这几日在萧家过得很好，娘不用担心。你如今过得倒好，可我们一家却是大祸临头了。魏大少爷要我把你带回去继续和柳家的婚事，实则是要藏起来给他做外事。可昨日那清远侯夫人却威胁我，要我求老夫人做主，把你嫁给沈清渊做续旗，否则就要了我们全家的命。你过得好，娘就放心了。但你毕竟是客，不能一直住在萧家，还是快跟娘回家去吧。我私自潜逃，毁了和柳家的婚事。娘，今日你来带我回去，柳家的人怎么没有跟娘一起来要人？春喜，你这死丫头疯了不成？在老夫人和小姐面前，你怎么敢把头婚这种话堂而皇的挂在嘴上？好孩子，有天大的误会，咱们回家去说。柳家人都是通情达理的，如果你当真不愿意嫁，也该跟娘回家去，当面和人家说清楚退婚才是啊。跟娘回家？娘之前为了500两银子，不惜亲自下药把我迷晕了，送给别的男人。如今娘说的话，女儿一粒唾沫星子都不敢信。柳家若是不愿意退婚，那便让他们来萧家，当着老夫人的面与我当面分说。阿喜，娘做这一切也都是为了你着想啊。柳公子家底丰厚，你嫁进柳家，一辈子都不用再受苦挨饿。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娘既然千挑万化为你找了户好人家，你就该安心待嫁，如此不管不顾的奔逃。依我看，你是不是心底里早就惦记着什么不该惦记的人了？天爷啊，这萧家二小姐是什么意思？难道萧家人已经知道春喜跟魏灵泽藕断丝连的事情了？这可怎么办才好？不带春喜回去，魏大少爷要全家死罪，留在萧家，萧家若是查出来……我来了。渊儿，你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还没好利索呢，怎么不好好在屋里待着，跑到这儿来了？多谢舅父关心。渊儿已经无碍了，整日在屋里憋着，出来走走。是我让春喜姑娘来萧家的，她对我有救命之恩。往后春喜姑娘的事便是本官的事，若有人敢借着长辈名义强行逼迫于她，本官绝不答应。亲家母，渊儿说的对，春喜这孩子，老婆子我也喜欢的紧。有萧家和渊儿在京城就绝没人能欺负了她去。
你且放宽心，回去歇着吧。老曹啊，你在地底下看到了吗？这日子我真的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大少爷，如今春喜姑娘躲在萧家不肯出来，不仅有萧老夫人和沈大人撑腰，连官兵都护着。我儿冯瑜现在还生死不明，求大少爷法外开恩，给草民指条明路，救救我儿啊！哼，急什么？她一个弱女子，不敢杀人。只要让你儿子娶了她，自然能逼问出令郎的下落。可是他现在躲在萧府当缩头乌龟，草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去萧家盛抢人啊！本官听说他的大嫂前世这2日便要临盆了，生孩子可是急门关前走一走，以便不知道在上面做些文章。大少爷的意思是，要草民对一个孕妇下手，这可是一尸两命啊！怎么，你怕了？草民不怕，草民一定办好此事。以后别来烦本官，本官不想听废话，只要结果。刘老爷，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是让你去萧家找阿喜吗？废话少说，给我砸！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敢来我曹家砸东西！哎呀，不好了，快住手！老大家见红了，裙子都湿透了。王氏，给你3天时间，让你那逃婚的女儿自己到柳家请罪，否则下就不是砸东西这般简单了。走！娘子，娘子，你没事吧？对不起，都怪我，我不该跟他们动手的。五哥，我肚子好疼，血好多血，我好害怕。不怕，娘子不怕，有我在呢。大夫，娘，快去叫稳婆啊！阿喜，救命啊！你大嫂被柳家的人打得惊瘫摇铲，快不行了！你快救救你大嫂啊！坐我的马车去，带上回春堂最好的大夫。谢大人。还没暖月呢，大嫂怎么会现在发动？大嫂一向身子骨壮的，娘到底在家做了什么？你还好意思来质问老娘？要不是你自己在魏家和野男人纠缠不清，又逃婚不消停，那柳逢源的爹能带人砸到家里来？你大嫂能经了胎发动？我告诉你，今儿你大嫂母子要是出了事，你就是我们曹家的千古罪人。柳家的聘礼是娘亲自收下的，如今出了事，罪人怎么会是我？娘明知道柳逢源的爹不会善罢甘休，为什么不早点让大嫂回娘家避一避？五儿因为我下药把你送人的事儿，已经好几天没搭理我了。若今日前世这胎保不住，我便能把所有罪过都推到你身上，曹武和前世也会怨恨你一辈子，这样我们母子才不至于离心。娘的账咱们回头再算。车夫，加快速度，去回春堂接了出诊的大夫，快！阿喜，你买这个做什么？回春堂出诊多贵呀！还有这参，得花好几10两银子呢。已经有稳婆了，你大嫂平时身体好，生个孩子哪有这么娇贵？娘不让我进产房，那刚才10万火急把我从萧家求回来做什么？让开！
大嫂别怕，这是100年的野山参，含着它，大嫂很快就能有力气了。外面已经有回春堂最好的大夫守着呢，你和孩子都会平平安安的。生了，生了，是个足足6斤8两的大胖小子。婶子，我媳妇儿呢？我娘子怎么样了？瞧你这没出息的样，母子平安。你媳妇儿就是脱了力，太累睡着了，你快别嚎了。哎呀，春喜，都是街坊邻居，帮忙是应该的，哪里用得着拿这么多银钱？婶子辛苦了一整天，这是应该的。民女有一件事，想劳烦婶娘帮个忙。你说，只要婶子能办到，劳烦婶子让大山哥立刻去我大嫂钱家娘家报个信儿，就说我大嫂今天提前生产，九死一生，是因为被我大哥喝醉了酒动手殴打，惊了胎。而且我娘因为心疼银钱，还死活不让我大哥请稳婆和大夫，想害死我嫂子。春喜，你嫂子娘家在西间可是出了名的混，横着走。这要是报信回去，他们还不得连夜叫上100来号人来把你家草院给踏平啊！婶子放心去，我就是要让他们把人叫得越多越好。阿喜，柳家今日把话挑明了，3天后若见不到你，还会再带人来砸院子。你若不想你大嫂和刚出生的侄儿因为你有个3长2短，明天一大早就跟老娘去柳家负荆请罪。魏大少爷为他费了这么多周折，只要这死丫头乖乖跟着柳公子去青州，明着做柳家妇，实则给魏大少爷当外室，咱们曹家便能彻底抱上魏家的大腿，到时候什么银钱铺子都不在话下。好啊，你愿意去道歉？你这死丫头，答应的这般痛快，是不是又在心里憋着什么坏眼儿？我说不愿意，娘就能替我把这事挡回去吗？亲家母，你们怎么这副打扮来了？王桂秋，你这个黑心烂肺的毒妇！我女儿千好万好嫁到你们曹家，连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你倒好，纵容你儿子曹武把大肚子媳妇生生打得早产，事后你这当婆婆的为了省下药钱，还死活不给请大夫，你想害死我女儿1尸2命啊！你血口喷人，你是疯了不成？我家大武平时疼媳妇儿跟疼新硬子似的，连他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呸！还敢抵赖？不是挨了打惊了胎，怎么会提前发动？兄弟们，给我往死里砸！伯母息怒，我大嫂昨日深夜已经平安生产，母子均安。伯母若是不信，现在就可以带2位舅舅进我家院子去亲眼瞧瞧。走，进去看我女儿。要是有半点虚的，老娘今天平了你曹家！我可怜的儿啊，你跟娘说实话，是不是那曹武打的你？这2个混嘴要是敢动你，你2个兄弟今天就打断他的狗腿！娘，你误会了，五哥待我极好。昨日我发动，五哥急得在院子里直哭，都是阿喜。阿喜不仅给我买了100年老参含着，还专程去回春房请了医术极高的大夫。娘，婆家和五哥待我真的很好。既然是误会，那便好，那便好。王桂秋，刚才是我太着急了，我女儿确实没事儿，我那小外孙生的也极其结实，是个好小子。不过
但民妇这大话已经放出去了，在这西街，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来曹家给女儿讨公道的。既然不是你曹家人动的手，那打人砸东西的究竟是谁？是我让人请伯父伯母来曹家的。我大哥和母亲虽然不曾苛待大嫂，但昨日的确有柳家的人上门打砸闹事，才害得大嫂惊胎提前发动。这个死丫头真是一点都不听话，竟然当着亲家的面直接把家里的丑事给捅了出来。王贵秋，你在老娘面前不是挺能耐的吗？哼，天天吹嘘你家大武寄回来的月钱多，怎么如今反倒让人骑在脖子上打上门来了？你儿媳妇和亲孙子昨儿个差点连命都没了，你这当婆婆的居然就这么算了？这让我怎么说？总不能说是因为我贪财，给春喜下药送人，才招惹了柳逢源他老七来家里打砸，连累了前世吧？伯母，民女离开魏家后，本与那做桐油生意的柳家一亲，但我如今救了京兆府的沈长史，沈长史已经许诺会为民女做主。柳家本就不占理，所以他们不敢当着沈大人的面与民女对证，只敢卑劣的来家里闹事打砸。那柳家可是出了整整500两银子的聘礼啊，这都赶得上官家小姐的体面了。春喜还有什么不满足的？这桩婚事成与不成，都是民女一人的事，断然不该连累我大嫂和刚出生的侄儿受罪。柳家如此猖狂行事，不过是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罢了。伯父、伯母，你们既然今日带了家伙来，不妨随民女一起去那柳家讨个说法。对，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敢砸我妹妹的场子，走，揍他丫的！伯父，大嫂因为昨日惊吓提前搀晌，险些一尸两命，亏欠柳家的是我曹春喜，又不是我大嫂。伯父伯母，难道你们就不想让那为富不仁的柳家赔一大笔银钱，给我大嫂和侄儿好好调养身子吗？哼，兄弟们说得对，家敢害叶女儿早产，今天随我一起去柳家讨个说法。走，去柳家赔钱。无良奸商，杀人偿命！杀人偿命？难不成那曹家大妇昨日被吓得难产死掉了？我的人可连碰都没碰到她一下啊！我没有杀人，做的也是正经买卖，你们不能胡说八道。你这个骗子，把我儿子冯驴怎么样了？老天爷呀，你睁开眼看看吧，这个黑心奸商害得我女儿早产，如今不仅不认账，还要当众杀我们灭口啊！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啦？这位老哥，我是因为儿子的婚事才去曹家闹事的，实在不想害你女儿和腹中孩子。今日之事是我的过错，您想如何解决？可以开个条件。刘掌柜觉得我女儿和外孙的2条命值多少钱？我可以给你50两银子。好，就依刘掌柜所言，1条人命50两，那我女儿和外孙便是2条人命，100两银子。好，100两就100两。大嫂平安，全靠伯父伯母做主。今日大家辛苦了，这些银两，民女请伯父伯母和诸位叔伯吃顿便饭，还请笑纳。哎呀，春喜丫头就是懂事儿。那我们就在外上等你啦。刘掌柜，银子结清了，接下来我与刘掌柜该好好谈谈柳逢光的下落了。春喜姑娘年纪不大，手段倒是挺厉害，不仅能撺掇亲家来敲诈我100两银子，还真把他们当成了你的挡箭牌。多谢刘掌柜夸赞，
民女在魏家伺候了这么多年，学点保命的本事也是应该的，不然刘掌柜也不会愿意出整整500两银子，非要娶民女过门了，不是吗？民女从未答应过要嫁入柳家，是令郎柳逢源在大街上用迷药迷晕了民女，企图将民女强行拐去青州。刘掌柜，你若想知道令郎的下落，最好现在就退了这桩婚事，写下退婚书。哼，婚姻大事向来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儿冯云是真心求娶，你逃婚不说，竟然还使诈挟持了他。你若不交人，难道就不怕我去官府告你绑架行凶？9年前民女被我娘卖身为奴的时候，我娘就再也做不了民女的主了。至于告官，民女并无挟持令郎，刘掌柜现在要去报官，民女绝不拦着，请便。我娘虽做不得我的主，但毕竟还是我娘。刘掌柜日后若再敢动我的家人一根汗毛，下次可就不是赔偿100两银子这么简单了。你这死丫头，逃婚本就是你不对，你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刘老爷说那般威胁的话？你当真不怕他们私自下药诱拐良家女子，都不怕遭天打雷劈？我不过是说了几句该说的话，有什么不敢的？你这个蠢货，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刘家背后的人可是……娘怎么不说了？他们背后的人是谁啊？不管是谁，民女如今是沈长史的救命恩人。娘要是想让我去当见不得光的外室，我不介意让整个萧府的人都跟着知道。天爷啊！刘掌柜今天回去，万一回过神来发现被骗了，会不会来曹家把那100两银子要回去？魏大少爷若是知道春喜如此顶撞他，会不会大发雷霆？还有那个当街威胁我，逼我把春喜嫁给沈长氏当续媳的清远侯夫人，这日子怎么越过越折腾了？阿喜，你睡了吗？娘问你一件事儿，你可认得清远侯府的那位大夫人莫氏？大哥，大清早的，你有事就直说，别老像个贼似的盯着我。阿喜，这个家太对不起你了。如今你救了京兆府的沈大人，靠着这份恩情，你定能脱离咱们家。以后你别再回这里来了。大哥没用，但大哥向你保证，我以后一定会供阿文上完学，也会给娘养老送终的。你走吧，过你自己的好日子去。大夫是回春堂的，参片也是100年野山参，这银子肯定不够。大哥眼下手里只攒了这12两银子，你先拿着，剩下的大哥去木料厂打工，以后慢慢还你。行啊，大嫂和侄儿是你曹武的妻儿，照顾他们本就是你的责任，我这当妹妹的就不跟大哥抢了。阿喜，谢谢你。亲家母，昨儿个柳逢院他爹赔的100两银票，那可是看在小外孙早产的份上给的。你今天走，不能全部卷回你们钱家庄子去吧？好歹给咱们曹家留一星半点啊！王桂秋，你这话说的可真难听。什么叫卷走？我女儿在你们曹家遭人打砸，差点1尸2命，你儿子窝囊的在院子里直哭。要不是我和他爹带了30个兄弟去把柳家铺子围了，柳家能乖乖拿钱？我们出力讨回公道，你这当婆婆的怎么好意思在这儿跟我们计较这点银钱？真是小家子气！你这是强词夺理！亲家母，别以为我们在庄子上就什么都不知道。你女儿春喜是个有大本事的，在魏家挣了好多私房钱，自不用说，如今又救了清源侯府的沈长史，你以后可是有享不尽的清福，何必跟我们庄户人家计较这100两银子？我也不是跟你计较，
但那钱是给我孙子调养身子的，你们总要给曹家交出个10两8两吧？那是自然。等我那外孙满月的时候，我们钱家定会送一份像模像样的好礼来。我呸！什么钱家庄管事儿，一窝子没见过钱的吸血鬼！沈大人，您怎么来了？本官来接春喜回府。王大娘，春喜姑娘救了我家大人的命，这些都是我家大人特意准备送来给您府上的谢礼。哎呦，沈大人太客气了，快，大人里面请。这死丫头，大白天的竟然在这儿躺着！我这就去叫醒她，给大人沏茶。不必，让她睡。这沈大人看春喜的眼神怎么这么温柔？他莫不是真瞧上我这死丫头了？可魏大少爷那边可还没松口呢。婶子，这些东西沉得很，咱们放哪儿啊？您带个路呗。放堂屋，跟婶子来。曹春琪，你脑子进水了？怎么能做这种占沈大人便宜的春梦？你梦见什么了？打自己做什么？大人，民女刚才做梦，梦到有一只硕大的蚊子在耳边嗡嗡叫，想打蚊子呢。大人，您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回萧家。大人，你先别对我这么好。那清远侯夫人昨夜威胁我娘，要我娘利用我对你的救命恩情，去求萧老夫人做主，把我强塞给你做续席。侯夫人这是想恶心大人呢。大人千万要防着。那你呢？你不愿意？啊！大人，这是重点吗？而且大人您身份尊贵，吃亏的是您，哪轮到民女愿不愿意啊？等等，大人，您这话的意思，难不成您愿意？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不愿意？因为民女身份低微，又不知书达理，以前还给魏家大少爷端屎端尿伺候了3年，名声也不好，根本配不上大人啊。我克死了2任妻子，和尸体凶犯打了10年的交道，还年长你许多。认真算来，是我占了你的便宜。可民女这个年纪已经是老姑娘了，媒婆给民女说的都是年纪比我大的，而且大人仪表堂堂，一点都不显老。继母莫视我如眼中钉，我不想再有无辜女子因我而死。春喜，我希望你能帮我。大人的意思是假成亲？大人放心，我一定配合大人查清前2位夫人的死因，等真相大白，大人再给民女一纸休书，民女保证绝不纠缠。你误会了，我希望你能帮我破除克妻传言，希望你能帮我安定后宅，更希望你平安喜乐，百岁无忧。我不会给你休书，我要你一直做我的妻。爹，这可不是女儿贪图富贵，是沈大人他太会撩了。你若嫁给我，萧家的人便不会再忌惮防备你，而且魏灵泽日后见到你，还要恭恭敬敬唤你一声小婶婶。往后见面，你可凭身份压他一头。大人，一言为定，我嫁。我这辈子最想看的就是魏灵泽吃瘪的样子。沈大人，实在太感谢您为我们家做的一切，我得去房里为我娘子吃药了，大人您慢用。恭喜，这是本官送给令郎的长命锁。这万万使不得，太贵重了。没什么使不得的，春喜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那草民就替犬资多谢沈大人了。沈大人慢走，阿喜在萧家好好伺候沈大人啊。
收好，以后这京城没人能欺负你。跟着沈大人，民女以后可就横着走了。